他们弄这么复杂，就是为了让城里的百姓人心惶惶的，然后越发忌讳不敢触碰这件事儿，他们便更容易下手。哼，正是，这种事从古至今便不少见。作恶者利用人的恐惧和未知心理来控制蛊惑人心。我记着先帝在时，曾有一县就发生过这样的事情，有人利用鬼神杀人，说是冤魂来索命了，百姓盲目听从，还杀了一对童男童女献祭冤魂。哼，杀人他们胆子倒是不小，有这个恶胆还怕什么鬼神啊？孩子都能下得去手，也不怕遭报应。两人回去的时候，长风和长生已经在路口等着了。主子，带着明幽去了客栈。明幽洗漱干净，就去套房里的小窝里了。凤清浅看着他钻进了被窝里，二话不说走过去抱了过来。你干嘛？夫妻哪里有分床睡的？喂，我现在是男人，两个大男人睡一起啊！凤清浅扯着被子一抖，将他卷到床榻的内侧了，脱了外衫躺下。你就是变成狗，那也是我养的，你休想分床睡。伸脚狠狠地踢了他一脚。你个大变态！凤清浅挑眉，他怎么又成变态了？变成狗不是也可以给他看家护院的吗？醒着的时候明幽还能控制自己，睡着以后可没这么安分了，整个人缩成一团，握着拳头将脑袋倚在凤清浅的胸口。凤清浅给他挪了挪位置。一个口是心非的小东西。吃午饭的时候，明幽带着凤清浅特意去尝了他们前2日吃的红烧牛肉面。公子后来可与那邻家小姐成亲了？明幽对上凤清浅灼热的视线。当然没有，那就是个小丫头片子，我可不喜欢她。将牛肉面端上来。这邻家良田宅子的商铺数百呀，家境殷实，这城里的少男们倒是挺希望抢的是他们。可这邻家小姐那是典型的看脸吃饭呢，闹黄了多少桩亲事了，也就公子这般俊俏，能入得了她的法眼。快吃。凤七七这个小气鬼，她是被抢亲去的，又没有拜堂成亲，还什么都不知道呢。凤清浅没看她，优雅地吃着碗里的面，一筷子牛肉浇头都没动，心里气炸了。你不吃牛肉，你倒是给我呀！凤清浅故意拨弄了一块牛肉。他要吃了他可爱的牛肉了。将牛肉夹起来，明幽立刻很自觉地张嘴。凤清浅又将牛肉块塞回自己的嘴里，瞪着腮帮子，气呼呼地看着凤清浅。这牛肉不错。是吗？我尝尝。凤清浅将他筷子挑开。你之前不是尝过了吗？哼，早知道他就不一并夹给他了。两人吃了面。天仙夫君！明幽转身看见苏婉言，苏婉言朝着他冲了过来，手揽住他的腰杆。天仙夫君，没想到在这儿能碰到你啊！你怎么来了？缘分妙不可言呐！我跑出来找你啊！我想了想，最喜欢的还是你。凤清浅蹙眉，将他强行从明幽身上抓了下来。放开我！不知道这丫头怎么想的。天仙夫君，你身上好甜呐！甜甜的味道，好像糖果啊，好喜欢！凤清浅的脸色更黑了，挡住他的脸。这可不怪我。天仙夫君，你和谁说话呢？谁怪你啊？明幽提着他的小耳朵，你再敢占我便宜，我就让老妖怪给你抓去了。喂，一日夫妻百日恩，我们虽然没有成亲，可都跪在一起了，你怎么能这么不念旧情啊？你再多叫一个字，我割了你的舌头！都没瞧见凤清浅那吃人的眼神吗？反正不是他死，就是这小丫头亡。天仙夫，哥哥，你们这是干什么去啊？回客栈啊！你们住客栈呢？那多不舒服啊！天仙哥哥，你们跟着我去我家住吧，我家有好多房子，我可以给你找最软的垫子。喂，出去可不能乱说话啊！你要记得，你现在是男孩子，不然被妖怪抓走了喝血，我可不救你。好。他有事儿。
凤清浅的身份不方便到处乱窜的，难保人多，毕竟宫里还坐着一个一模一样的凤清浅。太好了，他跟着走，感觉周围都凉飕飕的。下了楼，长风已经在等着了。天仙哥哥，你们是来找媒婆吗？对，那我带你们去便是。这城里有多少家做媒的，我通通知道。不管是开铺子的，还是自己接活的，苏府都与他们打过交道。你小小年纪，这亲事倒是张罗了不少。哼，这些个媒婆个个都是见钱眼开的，为了银子能说得天花乱坠的，麻子瘸子都能说成闪着金光的。他们给我介绍的夫君没一个好看的，都及不上天仙哥哥半分。你眼光倒是不错。都和你说了，不许只看人的外貌的。三人先去了城里最大的红娘馆，来来往往的人络绎不绝。哎呦，三位公子可是来看有没有合适的姑娘家说亲的？正是。公子几何？可有什么条件？我家这小弟今年9岁了，家里人请了算命的先生，说是他的姻缘在这青云县，我们便来寻一寻，看看是不是能把这姻缘定了。敢问公子家是哪里人士？家里有何人？是做什么生意的？我家住青云县旁边的清水县，家姓冷，父母都是做些生意的，家里兄弟3人，他排老3。你说与张大娘，我们家是做什么生意的？家境如何？我家呀，2田100亩，宅子商铺数百，前些年做丝绸茶叶的，现如今添了金银玉器。我没什么要求，可要人长得好看，至少比我天仙哥哥模样不差。哎呦，公子来看看，可能这比小公子大几岁。都说女大3抱金砖，大几岁福气也是大大的。可有册子？我先看看。张大娘，怎么有些姑娘的名字涂抹了，有些打了圈儿？这打圈的就是有了姻缘或者嫁娶了，这抹了的是人没了的。这有喜欢的姑娘可得尽快下手了，不然过2天就没命娶了。这前几日还有位姑娘都到成亲的时候了，还被妖怪抓了，这好好的一桩姻缘就这么没了。听说那姑娘是被官差发现的，是被妖怪做法从半空中送出来的。这姑娘是谁家的？这么巧的？明幽立刻想起了昨天晚上他和凤七七回去的时候遇上的诡异，就是这吴叔家的小女儿。可怜呐，2个人就这么一个女儿。张大娘，这姑娘是什么时候被妖怪抓走的呀？好像是昨晚还未到拜堂的时候，那晚2家人都忙着，具体什么时候不见的还真不好说。还瞧见苏婉言的名字，哎呦，这苏家小姐才10岁呀，倒是与我们家小弟配。这10岁的小丫头都知道嫁人了。苏婉言瞪了他一眼，哎呦，这苏家小姐倒是年纪与小公子相配。巧了，这生意也做得差不多的，也不知道是不是寻了良配，不然和你们家小公子倒是金玉良缘。我道那苏家小姐可不好相遇。苏婉言瞪了他一眼，你都不知道就开始胡说八道啦？他怎么就不好相处了？不许吵嘴，让人看了笑话。张大娘说的倒是不错，只是我们来的这2日也是有所耳闻，这苏家小姐一心要找喜欢的，这都寻了几百个了。我这弟弟从小性子顽皮，若真遇到一起，只怕是成了冤家，屋顶不都得翻了天呐。那公子家是想寻个温顺公良的？正是此意。那公子先往下面翻翻，看中合适的，我再与你们说道说道。有客人来了，我先去接待接待啊。发现整本手册上被妖精吸血害死的少女就16个方块，因名字都被涂抹了，明幽只得细细地记下家里人姓名和大概的地址来着。这外面什么都好，什么都新鲜，可是吃的总是比不过宫里。那你还出来？让他千里迢迢来追妻。我听到些与我娘有关的消息，我想来看看。10几年了，希望很渺茫，有时候我都想我娘是不是已经不在人世了。
我偶尔遇到一个姑娘，衣裳上有3生花，她说这是前些年在青云县一位夫人送与她的料子，此花是我娘的家乡传来的。梁生姑姑以前和我说过，说不定可以在皇家藏书秘史里可以找到腾云村。我没找到腾云村，却找到了3生花的印记，这我小时候的衣裳上都有，可我从未见过这花真实的样子。我在想，会绣此花的也一定与我娘有些关系，哪怕不是我娘，我也能找到些她的线索。那你为什么不肯告诉朕？朕派人帮你去寻。那么多豺狼虎豹的眼睛盯着你，只要你伸手，风吹草动都要折腾，我还不如自己来。我来看看，找不到我也死心了。吃着饭，明优想起了今天的事儿。今日我们找到了一个可疑的目标，去红娘馆偷偷找花名册里未婚女子的名单，正好被媒婆发现了，赶了出去。长风去找人了，不知道能不能找到。晚上我跟他们出去看看，你在客栈里待着。我也想去。乖，你没轻功，去了容易被发现，跟不上的。妖怪轻功很厉害。其实凤清浅也不清楚，只不过为了糊弄他，不能跟着去。好，那我还是不去了。夜里的时候，凤清浅他们都出去了，明优点着蜡烛躲在被窝里，本来不怕的，可他们刻意交代了自己关好门窗，他心里倒是有些凉凉的了。怎么就回来了？抓到了人没有啊？没有，那人对城里极其熟悉，在多处设有机关，轻功也不差，若轻易抓人，恐怕会打草惊蛇。那你们出去1个多时辰？跟了红衣鬼一路，到他们老巢的时候，红衣鬼就凭空消失了。难不成还真是鬼不成？哪有什么鬼怪之说，不过是用了什么藏匿的技巧东西罢了，就像街头卖艺变戏法似的，只不过他们更高明一些罢了。运输尸体的招式和我们之前看的一样，有人故意先弄了些天蚕丝在空中，再将女尸换上红衣，用冰钩勾住，在夜空里慢慢的滑行，到一定距离，这冰钩断裂，造成了红衣女鬼在空中飘荡的假象。天亮的时候，城里就开始闹开了。名单是从红娘馆泄露的。对，昨天遇见那个小美有问题。凤清浅给明优端了水。不用了，肚子里的大半碗豆浆还在晃荡呢。长风则是不怕死的伸手过来，凤清浅瞪了他一眼，长生默默地看了一眼，这不找死吗？陛下端的水他也敢接过来喝？长风，你很热吗？怎么学姑娘家伸手啊？眼神里一副我为了活命的样子。我们去王柳叶家看看吧，说不定能找到些线索。晚了，那些官兵搜罗一通，就什么都没有了。凤清浅点头，转身先出去了。凤清浅在院子里看了看晒书的地方，查找了屋子一番，将书堆里的一本书讨要回去了。路上，你拿着书回去干什么？这其他的书都被翻阅过了，只有这本药味残留会重一些，拿回去看看可有什么发现。这世间还真有什么迷药吃了能让人听话的？可即便是听话，他怎么找得到妖怪在哪儿啊？这世间之大无奇不有啊。数年前民间倒是有一种药，被那些人贩子用来做丧尽天良的勾当，他们将药散播在幼童或者是妇女的身上，使其听下药者的话，俗称拍花呢。可这些重要的女子周围都不见有什么人啊。他们吃了药便能听见下药者的暗号声，会听着暗号声就跟着走了，这就出现大家口里相传的魂儿被勾走了，好似行尸走肉一般。下药者一定就在附近，而且轻功是极其高明的。昨晚打更的只是片刻，王柳叶便被掳走了。他们倒是很厉害，不会是那些行走江湖卖艺耍杂的吧？这可不是卖艺人能有的东西，普通的卖艺人杀人取血做什么？凤清浅和长风他们都去鼓捣那书里的药了。来人呐，掌嘴！怎么还不按常理出牌？姬乐夫人，这脸打坏了，你可就要不了了。那就剁了你的手，人都死哪儿去了？不必叫了，他们都躺在外面等你了，老妖怪。凤清浅身后跟着长风和长生。你们怎么才来？他屁股都坐麻了。早就来了，
看你聊得火热，便一直在门口等着。感情是他瞎担心，自己拖了这么久。你们是一伙的，你敢骗我？极乐意识到自己上当了，从怀里掏出匕首刺向明幽。凤清浅在他一脚踢出了老远，极乐撞在烛火的木架上，又跌落在地。极乐张口，哼，找死！俯身将明幽抱在怀里，地上凉，这手都凉起来了。长风打了个冷战，陛下这是有2张脸吗？啊，能切换自如？你们竟然算计我！哼，兵不厌诈嘛。否则你认为我为什么来找你？闲得慌？凤清浅似乎发现了什么，极乐的脸上似乎有什么在流动。长风俯身过去，才碰了他的脸一下。这老妖怪，这脸怎么又冰又软的？这根本是不像是人的。飞快地跑开了。啊！我的脸怎么了？却止不住流出来的污血。我的脸怎么成了这样？不会的，这一定是错觉！他怎么样了？别转过去，吓到你。翠意，你那个什么高人根本就是骗了你，你不过是他的一个试验品，他恐怕早就预料到了，所以今日迟迟不到。这天下的事情事事讲究因果，你从容脸时候就应该知道会是有这么个结果。不会的，只要我不断喝血，喝了新鲜的血就好了。极乐艰难地挣扎着，血。哼，事到如今，你还不知悔改？我为什么要悔？为什么要改？老天对我不公，给了我这番样貌，让我喜欢的人嫌弃我，让我备受欺凌，让我孤苦无依。你说你孤苦受欺凌，可在得意楼里是盼月护你周全，他在临走的时候都还在为你思量周全，你口口声声老天别人对你不公，不曾善待于你，可你呢，为了一己之私害了2条人命。你口口声声你喜欢文远，可他却是你害死的。盼月与你主仆姐妹一场，你害得他跳楼不算，活活揭了他的皮，连爱你的人你都要害，你还是人吗？我没有，是他们不好，我长得丑就不该得到爱吗？我长得丑就是他们笑话我的理由吗？是小姐自己想不开的，不怪我。最后问你一句，给你容脸的是何人？极乐摸到镜子，他死了，被自己吓死的。明幽叹息了一声，可怜之人必有可恨之处。在看什么？看极乐，看曾经的盼月和文远还有翠意，他们都是死在这座得意楼前的。你说如果当时盼月没有跳下去，也不会有现在的极乐吧？道虽不同，可最终的归宿也是一样的。盼月没死，文远最终选的还是盼月，翠意依旧会恼羞成怒，怨天尤人变成极乐，不管他走哪条道，还是这个归宿。周大人来了，还未多谢风侍卫的鼎力相助啊！这若不是风侍卫，这女妖怪还不知要祸害多少无辜百姓来着。明幽心里翻了一个白眼，这马屁拍到了马蹄子上，人家并没有龙心大悦。要说最出力的，难道不是他吗？极乐楼的事情结束了，凤清浅收拾了东西，打算第2日就回去的。明幽坐在床榻上一动不动的，凤清浅看了他一眼。那啥，我忽然想起来，还没好好吃一吃这青云县的东西呢，我们再多留2日吧。那便2日后走，多1日都不行。昨晚回同福客栈的时候，明幽收到了包打听留的字条，他心里又冉冉升起了一丝希望。清早的时候，明幽换了身衣裳，就急忙忙地出门了。长风在后面偷偷摸摸地跟着。是的，是凤清浅要求的，而且出发前，凤清浅还变相威胁了他一番。被发现了，便要说是自己死皮赖脸地跟着来的，与他没有半个字的关系。瞧瞧，他们的陛下滑头的跟狐狸似的。明幽雇了马车，一路和包打听去了翠红山。
娘，这宅子是我买给阿鱼的，也算她有个安身立命的地方。你若想住就住着，若是想我，我便接你回宫去住着。啊，好，好，女儿为娘准备的，娘自然是高兴。明幽扶着令夫人一路进去，凤清浅刚迈步进来，明夫人，若缺什么，只管告诉丫鬟奴才便是。哦，陛下客气了。姐夫，谢谢你，这宅子真是好看。哼，朕是君王，不是谁的姐夫，你跟他们一样叫我陛下就好了。阿鱼姑娘，这是陛下，皇上可跟平民百姓不一样，谁也不能坏了规矩。娘，姐姐，我这是皇后娘娘。明幽未出声，只是看着令夫人。哎，这可不能坏了规矩。莫说你是我的养女，就是亲闺女，见了陛下也得认认真真的行礼。是，陛下，小女记住了。凤清浅抬手，小顺子便将东西命人送了进来。夫人，这是陛下送给您的，您若有顺眼的，穿戴着玩即可，若不喜欢，改日再送些来给您挑挑。瞧见那满盘子的金玉珠翠，阿鱼的眼里多了一丝羡慕。明幽倒是大方，阿鱼，你有什么喜欢的，你拿就是。啊，谢谢皇后娘娘。反倒是令夫人忙前忙后的给她端茶倒水的。娘，这些有别人来做，你歇着便是。哎，这别人做的哪里比得亲娘做的？从前是娘没在身边，以后娘在身边，一定要将你养得白白胖胖的，将从前的都弥补回来。娘回来了，就什么都好了。回到未央殿里，凤清浅立马宣旨解了他的禁足，宫里的妃嫔只得眼巴巴的没了希望。他们算是明白了。约莫1个多月未见，韩月瞧见明幽，兴奋的直哼唧，摇着尾巴比狗还欢快些。韩欢和韩喜以及义工的奴才都围了过来。殿下，您许久不回，这做了山楂糕都吃不完了。殿下，你下次去这么久，就带着我们去吧，我们可都挂念你。凤清浅迈步进来，这什么时候他这么得人心了？宫里嫌弃他嫌弃的跟狗似的，都说7、8岁的孩子比狗招人嫌，这小皇后比7、8岁的皇后招人嫌，一肚子的坏点子捉弄人。希望这个丫头别给你惹麻烦，你在宫里本就不容易，这些年娘又没在你身边照顾，若是这丫头给你惹了麻烦，娘如何对得住你呀？娘说的这是什么话？一家人说什么两家话？如意早早的就做了午膳，就等着您呢。如意伺候着两人用膳，瞧你瘦的，多吃些，10几年不见，娘也不知道你爱吃什么。哦，我们殿下呀，肉食动物，肉类的都爱吃，蔬菜类的倒是极少碰。哎呦，你这孩子这么大的人了，也还挑嘴。娘，你昨日还说我还小呢，肉好吃，当然要多吃肉啦。明夫人看着，笑意越发浓了。恰逢明幽进来，皇后姐姐，不如你将这金步摇赏给我好了，我喜欢得很。这步摇你用不得，若是喜欢，我明日叫宫里的玉匠赶制一套给你就是。为什么？姐姐能戴，我就戴不得。她是皇后，凤鸟是皇后专用，一个贱婢岂能用得？你是想造反不成？是凤清浅。凤清浅脸色难看的紧。我没这个意思，姐，陛下，我只是看皇后娘娘的金钗好看，这才开口要的。明幽默默伸手拍了拍凤清浅的手。你们一个个的在未央殿待久了，规矩都没了吗？别人不懂规矩就算了，你们几个也不懂吗？任着他胡来，哼！每个人下去挨10板子，以后再有定不轻饶。这话虽是说奴婢，可话里话外说的都是阿鱼不懂规矩。阿鱼姑娘还干站着干什么？还不求陛下恕罪饶命？陛下，是小女不懂规矩，求陛下饶恕。规矩，这进宫半日，3句都不离规矩，这人人都欺负他，看不起他，哼，还说是自己姐姐呢，都不为自己分辨半句。令夫人在外面喝甜汤，听到里面吵闹声，这是怎么了？阿鱼见到令夫人，顿时又委屈又怒，哭着叫了一声娘。这声娘刺得明幽心头一梗，果真是会哭的孩子有糖吃。
陛下，今日你就是打死奴婢，奴婢也是要说的。阿谀姑娘，你还要脸吗？有脸哭吗？奴婢们因为你挨了10板子，可曾有说过一个字？你惹起的乱子，你还成别人欺负你了？皇后娘娘的鸾凤岂是平头百姓可以佩戴的？这不是大逆不道吗？他竟然真的不想给自己生孩子。凤清浅想到此处，火气蹭蹭蹭的涌上，恨不得立刻冲去未央殿，狠狠地质问他一番，可又怕见了他控制不住火气。他那么小，那么软的一只，哪里像长风似的皮糙肉厚的抗揍啊？凤清浅想，是不是这其中有什么误会？这小东西以前可最是怕吃药的，虽说是药膳，可里面加的药都不少。可又想起从前那般，他怕疼，怕生孩子，打算让后宫嫔妃生一窝小崽子自己来玩的，脸又黑了下去。想着若是有人故意给明幽吃的，那我岂不是误会他了？看来还是得亲自去问问。明幽是在睡梦中被人捏着鼻子喘不过气来才醒的，睡眼惺忪的见凤清浅垮着脸坐在床边，好梦被扰了。你干嘛？厨房里的药膳是用来干什么的？补身子的。凤清浅扯着他的小肩膀，哼，补药，朕倒是没见过这般步伐。他这番一闹，明幽瞌睡是醒了。你大晚上的你干嘛？我喝2碗补药碍着你什么事儿了？事到如今还敢骗朕？你就这么不想给朕生一个孩子？这不想给他生，他喝这个鬼东西干什么呀？凤清浅一把将包里的药渣扔在地上。你真当朕是傻子不成？用避孕药的汤来冒充补药？这东西你从哪里找到的？从你小厨房里药炉上找到的。你还想否认不成？我亲自找许太医验证了。明幽从床榻上下来，看着地上的药渣子，这确实都是他近几日喝的。凤清浅看着他脸色有变，倒是越发信了他是知道这事儿的。朕这些年不收拾你，你越发胆子大了，敢悄悄喝避孕汤。想着自己宠上心头的人，却背着自己做这些，凤清浅怒不可遏。明幽想张口说的，可一开口，凤清浅势必要追根究底的。这东西是他娘给的，这许是其中出了岔子。想着索性等明日查清楚了再与他说好了，将他强行提到自己的腿上，利索的一翻身，屁股朝上。凤清浅的巴掌毫不留情地揍着他的屁股。朕看你是3日不打，上房揭瓦，敢背着我干这些乱七八糟的。凤七七，你太过分了！你个老王八蛋，你还要不要脸啊？你竟然对我做这档子事情，传出去也不怕丢人。我看你能嘴硬到什么时候？凤七七，你，等我好了，看我怎么收拾你！10天啊不，100天都不给你！你还敢顶嘴？明幽哭的是眼泪汪汪，声音越发大了起来。凤清浅怕传出去，索性将他嘴捂住了。明幽张口狠狠地咬下去。你属狗的不成？这手一松，明幽咣叽的落了地儿。凤清浅一愣，想要看看他是不是摔伤了，可想到他做的事儿，眼神又暗了下去。自己起来。我就是愿意躺着，关你什么事？凤清浅起身，明幽立刻怂怂地爬了起来。不为别的，实在是他屁股太疼了，扛不住揍了。他有些不明白，小的时候是他太扛揍，还是皮太厚，居然能被凤七七隔3差5的收拾。这东西是谁给你的？瞧他这样子，分明是知情的。小东西本就体寒，不容易受孕，这些年为了这个喝药遭了不少罪，如今还喝这破东西，岂不是雪上加霜？明幽依旧闭口不言。朕再问你一遍，东西哪儿来的？明幽不能说，说了依着凤七七的性子一查，马上就知道是他娘送来的。哼，很好很好，你不愿意生，朕不委屈你便是。明幽咬着牙，这才慢吞吞地挪过去，可碰到软榻，疼得他眼泪哗啦啦地流，感觉他屁股似乎开了花，大半夜的也不好叫人。明幽只得1步3挪的自己挪过去找药了，忍着眼泪一点点地涂上去，涂着涂着，他的眼泪又开始往下落。
不知道是屁股疼还是心里太委屈。他知道凤七七生他的气，可他真的没话说，只得过2日将事情查清楚了再与他说。这陛下今日怎么了？往常都是过来未央殿用晚膳的，我来的路上还听说正在听妃嫔弹曲唱歌。娘，你送过来的药可经过了别人的手？怎么？可是出了什么问题？你吃了有什么副作用？忙坐起来拉着他全身上下仔仔细细地看过了。没有，我只是想提醒你，这送来的还是你自己吃的东西，都得小心，这宫里人心眼多。没事就行，你这孩子吓娘一跳，说话没头没尾的。你放心，你在宫里事事小心，事事如意，娘啊就什么都好。2人吃了晚膳，明幽才想起阿鱼。今日怎么不见阿鱼？你这丫头平时倒见你不跟他对付，他呀，我罚他在院里紧闭呢。宫里的姑姑教他学规矩，他倒是好，不争气就算了，还撂挑子不干了。我生气，让他跪着受罚2日，长长记性。他不喜欢不学就不学，由着他去便是。也是娘心软，让他跟着来的，这总不能让他丢了你的脸才是。他既然愿意跟着娘，就应该习惯这宫里的规矩才是。等令夫人走了，你可看出有什么不同？没有，夫人连半点犹豫和疑惑都不带。若夫人不是演戏的太好，就真是与夫人无关，还望殿下恕罪。恕罪什么？你也是为我好。再说你是看着我长大的，我还信不过你吗？我听凤七七说，长风央求他把你指婚许给他。谁说要嫁给他了？他倒是好，想求娶的正主一声没吭，却烦忧陛下。有的人心里呀，似喝了蜜一般的，嘴上还不饶人。殿下，你越长大越发坏了，还知道开奴婢的玩笑了。他想娶奴婢，倒是未必想嫁。奴婢出嫁了，谁来伺候殿下呀？这满宫的不都是伺候的人吗？你有空也可以时时来宫里看我。长风这人虽然有些不稳重，滑头不靠谱，嘴有些贱，爱欺负弱小，也算是个勉强靠得住的。脾气好，以后你嫁过去能够可劲儿的欺负他。殿下比奴婢小这么多，说得条条理理的。若不是奴婢看着殿下长大的，这番话倒是以为是个长辈说的。人群拥挤，穿过森林，出现一个你。那可不是，我可比你们有经验。我3岁就嫁了夫君，做了皇后，比你们提前了10几年，自然比你们有经验。是3岁的皇后，自古是少见的。谁家女儿嫁亲会在喜轿中睡着了，落轿没等新郎来接，自己个儿从轿子里捆出来的呀。你再敢取笑我就将你嫁妆扣了，让你被全城笑话。奴婢知错了，求殿下恕罪。这还差不多。殿下有这个功夫啊，还是想着好好的哄哄陛下去吧。这天色都晚了，安夫人还在长乐宫呢。前天他下得很手，我还没找他算账呢，这半分信任都不给我，3两句就是一顿毒打。殿下，你怕是对毒打有什么误解吧？打屁股也算是毒打，你怕是没见过陛下毒杀敌人之时，那才称得上是毒呢。都把我屁股打开花了，还算是不毒？有道是虎毒不食子，他这倒好，使劲揍自己的亲媳妇。这满皇城全天下有他这样做夫君的吗？虎毒不食子好像不是这么一出啊。这不是重点，重点是他揍我屁股，我是皇后啊，那人家还是帝王呢。喂，你到底是哪头的？当然是殿下的啦。那若是凤七七也这么问你呢？奴婢嘴上说说，实际心里都向着你呢。明幽白眼翻得厉害。我看你倒是和长风天定的缘分，宿世的夫妻，墙头草夫妻。殿下心里向着你，不是才最重要的吗？这嘴上的功夫最是信不得的。有道是男人的嘴能骗鬼，女人的心海底针。
不如我们拿些山楂糕去看陛下吧，陛下见了指不定什么气儿都没了。不去。殿下，你若不去，说不定过几个月就有人抢你的夫君，给你夫君生了娃，以后撺掇着将你打入冷宫了。韩欢皱着眉头进去，哎呦，这一脸怨气的，倒像是抢了你的夫君似的。发生何事了？殿下不知道，这安夫人回宫去，带着一堆的赏赐，恨不得炫耀的满宫尽致。明幽眉头一动，心里却炸了锅。好你个凤七七，这才1日就敢让别的妃嫔陪着他吃饭了啊！今天吃了饭，明日就敢勾搭到一处，后日生了孩子，下次不得废后啊！果真是男人的嘴骗人的鬼，这话真是没说错。人群拥挤穿过森林，出现这2年什么都没长，竟是长胆子了。明幽捂着胸口，你胡说什么？伸脚想踢凤清浅，岂料等天亮醒过来的时候，太阳已经照着屁股了，哆哆嗦嗦的起床。凤七七，你个老色鬼，你这真的死定了！吃干抹净，擦嘴就跑。如意默默地瞥了一眼，哎，陛下可真是如狼似虎啊！明幽将手里的粉盒扔在地上，以后不准他进未央殿，拉黑，一律不见，绝交！这个有兽性没人性的凤七七，气死他了！他更气他自己，被人家一撩拨，身子就软了，大脑一片空白，什么都不清楚。他想起来自己脸都能红成一片，指着镜子里的自己，你以后可不能被美色迷惑了啊！凤七七那是披着羊皮的狼。如意快要被他这举动幼稚死了。凤清浅从去早朝以来都是一派神清气爽，喜不自胜，可还没等到下朝的时候，小顺子就从未央殿宫女处听说小殿下生气了，不要陛下去未央殿了，要和陛下绝交。眼前一黑，哎呀，他怎么这么倒霉呀？思索再三，还是婉转地将消息传达给了凤清浅。绝交是什么体位？明幽还真说到做到，连长风来都被赶出去了。我怎么就进不得？我是来找如意的。他说了，长乐宫的人都不许进，连狗连苍蝇都不可以。想着心里倒是平衡了许多，别人见不到自己的媳妇，可他还是有法子见未过门媳妇的。也行，你将如意叫出来，我有话和他说。韩帆伸手，这黑心肝的竟然要跑腿费，于是摸出一小块碎银子来。越发跟你们主子一个德行啊！切，殿下说了，你也不许见如意姐姐。握着银子就准备走。你倒是给我叫人家啊！我什么时候答应你了？这是问路费，此路不通，我也是没法子的事情。长风气哼哼地走了，这些皮痒的东西胆子都肥了啊！他且等着，就不信陛下听了会无动于衷。殿下，这是从长风侍卫那儿敲诈来的，嘿嘿，他来找如意姐姐的，被我糊弄回去了。哼，韩欢啊，你倒是越发机灵了，把银子给如意。哎呀，这不是我的，拿给我干什么？你未来夫君的自然是你的，本就是长风的，你存着做私房钱就是。如意的脸烫得不像话。殿下，这陛下知道了，他若敢来，奴婢们可不敢拦着。瞧你那怂样，他来也找不到我。哼，陛下舍不得责罚殿下，殿下自然不怕，可我们却怕得紧。陛下对我们可没那么好的脾气，谁说他不责罚我来着？哎，这都是假象，凤七七这个大坏蛋制造的假象。明幽脸一红，却没了言语。这个老坏蛋太坏了，实在是流氓中的老流氓，老虎中的狐狸，太会算计了。这收拾他从不手软，可却让他有口难说，造成一副他盛宠的假象。重重地哼了一声，哆嗦着腿出去了。殿下怎么说着说着就生气了？不是生你的气，去干活吧。长风倚靠在殿门口。陛下，这殿下可是不让长乐宫的人去未央殿，当然主要不让的还是陛下您。外面日头正好，凤清浅在树下用刻刀刻着木偶，嘴角噙着笑。见凤清浅半点没放在心上，长风差点以为是凤清浅耳背了。所以你吃避孕汤来报答我，也不与我说实话。
可你已经惩戒过我了，我屁股都被打得又青又紫，又红又肿了，都不好意思叫屁股了。那就臀部好了。见他还是不肯老实说话，伸手就要扒了她的裙子。朕瞧瞧好了没有？明佑后知后觉地反应过来，喂，昨晚你不是才看过了？这个老混蛋一定是想耍流氓。昨晚天色暗，朕看得不是很清楚。明佑似乎想起了正事儿，你还没放阿鱼呢。你竟然有记性想着这破事儿，看来朕得好好让你知道什么才是最要紧的事儿。这天下还有比这厚颜无耻的人吗？明优又再次被吃得干干净净的。等明优醒来的时候，天都已经黑了，挣扎着起床，脑子里像浆糊一样。这个该死的凤七七又坑我一道。明优急忙穿了衣裳出去。小顺子在院里做杂事。殿下可要用晚膳？凤七七这个大头鬼呢？哦，对了，阿鱼还在除草吗？啊，陛下说了，等殿下醒了再赦免他。吩咐奴才道：去告诉长风侍卫，阿鱼姑娘责罚可以停了。阿鱼被带过来的时候，青丝已经有些散乱了。皇后姐姐，你不知道，他们太欺负人了，一天水都没有给我喝一口。明优看着，是有些惨。长风这家伙看着还能有好日子过吗？拼命地告诫自己笑不得，不看僧面也要看佛面的。这笑了该如何和娘交代呀？明优觉得自己彻底的被凤七七影响成了小恶魔，他没有丝毫的同情，甚至还想要笑。阿鱼越是形容的越细致，他便是更加忍不住。都是凤七七的坏影响了他啊！救命啊！凤七七再不来，若他还不做任何停留的话，他真的忍不住要笑出猪叫声来了。阿鱼别哭了，你多喝2盏热水。明优眼见着凤清浅不来，只好自救了。你快打些热水来，给阿鱼擦把脸，洗洗手。你找些吃的来。阿鱼才稍微洗漱了一下，小顺子端了些糕点过来。阿鱼还没下手，凤清浅就进来了。阿鱼姑娘果然真的适合除草，比宫里那些个宫女除的都干净。凤溪宫里还有大片呢，不如……明优破功，他忍不住笑了一下。这茶水有些烫口。定是奴婢疏忽大意，茶水烫了都不知道，请殿下恕罪。如意花儿接得很好。小女不敢，小女并不擅长这除草，院里还有一亩要照顾。小女若是在宫里伺候这些杂草，便没人伺候一亩了。也是。瞧你这衣裳脏了，带下去换一件吧。小顺子躬身带着阿鱼过去换了一件。进来的时候，明优只看了一眼，便死死地咬住了唇。他就说凤七七哪里是这么好心的人呢？果真是宫女的衣裳倒是与你相配，不如就赏你了。谢陛下。刚入座，还未吃上一口糕点。天色晚了，朕让人送你回去。转头吩咐小顺子准备马车送他出宫。糕点愣是没吃上一口，勉强撑着头晕眼花，跟着小顺子出去了。等阿鱼走了，他不会饿晕在路上吧？虽然讨厌他，可不希望他出事，不然受累的还是他娘。放心，他比牛还健壮，晕不了。毕竟在山野间长大，令夫人以前又过惯了大家小姐的生活，许多事情都是能不做就不做的。阿鱼的事情一过，明优便开始找他算账了。刚才的事我还没找你算账呢。算账？这可是你单方面宣布不与长乐宫来往，又是你厚着脸自己来寻朕的，还偷偷摸摸的摸到朕的寝宫里，企图轻薄于朕，这算的什么账？明优眼睛都直了，太厚颜无耻了。这要不是你扣着阿鱼，我娘来找我，我才懒得理你呢。什么叫他偷摸进寝殿，企图非礼他？他一个大男人，有什么便宜能占的呀？朕又没让你来，朕抠的是阿鱼，又不是未央殿的人，这天下的人朕都抠的，谁能说个不字？凤清浅倒是理直气壮，明优自知此事是哑巴吃黄连，有苦难说了。哼，如意，我们走。小顺子，可以上菜了，让皇后听听今儿的御膳房给朕准备了什么菜。你才是猪呢，你全家都是猪。殿下去了庄妃娘娘处。凤清浅挑眉，自己去榻上躺着了，心里不平静得很。这小东西是故意躲他呢。片刻，凤清浅翻身起来，庄妃绣的帕子与明优说着话，门咣当一声被踢开了。谁？
瞧见凤清浅站在店门口，吓得脸一白。参见陛下，臣妾无意冲撞，请陛下见谅。凤清浅没看他，径直走过去，一把将明幽扛上了肩，转身就走。庄妃还匍匐在地，不敢起身。起身。说完便又出了门。凤七七，你放我下来，你当捆谁呢？捆猪。你才是猪呢，你全家都是猪。明幽瞧他这匪气，不知道的以为是哪个山头子的土匪下山来抢亲了。哼，你是小母猪，等朕抓回去生一窝小猪崽儿。种猪？明幽被凤清浅甩在软榻上。凤七七，你个大暴君，老王八蛋！哼，再骂朕就将你嘴缝起来。凤清浅瞪眼吓唬他，明幽狠狠地踢了他一脚。是你先误会我的，你还有脸骂人？那气消了吗？没有，消不掉呢，屁股还疼呢。凤清浅说着就要拉她的裙子，明幽抓着裙子。你干什么呢？你自己说屁股疼的，我给你擦药。其实他心知肚明，这丫头的屁股早就好了，毕竟有便宜不占王八蛋，况且还是自己亲媳妇的便宜。明幽也不笨，立刻反应过来这厮是想将计就计。不用你看，那朕索性让你多踢几脚消消气。凤清浅知道这小丫头记仇可记得深呢，长风以前抢了她一个鸡腿，如今还记恨着呢。不要，你皮糙肉厚的，还把我脚踢疼了呢。明幽才不要干这吃力不讨好的事情。凤清浅一听，立刻捂着她的小腿道：疼了，朕帮你揉揉就是。不用，除非你答应我一个条件。什么条件？想出宫转转，想接令夫人进宫一段时间，看上她店里的哪一件宝贝了？就是以后那个什么1个月1次。哼，做梦！你干脆让朕做太监好了。也不是不可以，我当然不行了，我怎么会那么想呢？那1个月3次，7次，不能再多了。你要知道，我是为了你好。凤清浅将他一勾，又是一晚浓情蜜意。第二日，明幽起床的时候，依旧是腿哆嗦着。哼，这个骗子！朕什么时候答应你？昨晚朕可什么都没应，是你自己瞎想的。凤清浅不知什么时候出现在了他的身后，一把将他捞进怀里。将水放着就可以了。明幽挣扎着下来，还不是因为你，还有脸笑？好，不许笑。在热水里拧了帕子给他擦脸。长生过来的时候，瞧见明幽在店里和凤清浅在吃饭，便没进去。进来，陛下，那宫女受不住刑死了，可吐了什么？她是明妃娘娘派去云岚宫监视梅妃的，说这东西也是让人从宫外派来的。属下去查了，前不久明妃宫里的奴才确实是拿了药进来，可似乎是从更早的时间便有悄悄往宫里送来了药，可见这话也不一定是真的。这有时候卧底也会被别人策反了。这宫女似乎有把柄，或者家人被捏在手里了，这说话吞吞吐吐的，实在是忍受不住疼才松了几句，最后就只能吐出这么多了。哼，这明妃倒是啊，什么事情都能掺和上她。这宫里勾心斗角的，她倒是不确定这宫女是被谁策反了，会是梅妃，亦或者是其他妃子？细细查查，别声张。想到明幽还误喝了好几天这避孕汤，他身子本就有些寒，这岂不是白受罪？那些个东西全都给扔了，喝什么助孕的？若你肯乖乖配合朕，小崽子可以生一窝了。多配合朕几次，不比什么猪药汤有用啊。那是我娘硬塞给我的。她塞毒药你也照着方子喝不成？那可是我娘生我的亲娘。哼，那朕还是你的亲夫君呢。有道是养恩比生恩大，也不见你这么想着朕，这么听朕的话。难不成你还要做我爹啊？你这琴声啊，确实要命。还不是因为这假琴啊，半点也没有仙乐之音。凤清浅摸了一下琴，这确实是千年古琴，流芳琴。那为什么我弹奏不出仙乐来？这琴得靠内力催发弹奏，才会有绕梁3日之音。凤清浅拨弄琴弦，
琴音便如流水而泻，缓缓而出，似高山流水之音，明幽都有些听痴了。内力催动的琴音传得很远，宫里许多人都驻足而听。未央殿里，韩欢着急忙慌地跑了进来。殿下，大八卦！你们猜我从景寒宫那里听到了什么？和丞相府家姨娘有关的？哇，殿下，你越发聪明了。将从景寒宫里听来的一五一十地说了。这五姨娘倒是个极聪明的，能利用的都利用上了。不过有人对付明妃倒是好，省得她来折腾我。殿下，你从哪里看出她聪明来的？若是聪明，怎么能被明妃打成那样？听说脸出去的时候都是肿的，真可怜。你不知道可怜才能让人心软吗？我说今年怎么想着给我送这么大的生辰礼物，原来是想着一石二鸟之计呀。既不得罪我，又能惹怒明妃，估计这琴是明妃垂涎已久的东西。这到了我手里，明妃不敢来明抢，自然要找她算账了。她这不是为难自己吗？自然是有用的呀。我听着，这丞相夫人病重，这管家之权落在他手里，这要想稳稳当当的握住，自然要先瓦解了丞相夫人的势力。而明妃之所以在后宫高位，虚有荣宠，凤七七多次宽宥她，你真以为是凤七七不知道她干的那些丑事吗？是因为明丞相在朝堂里的势力？若没手段，他娘可是个只知道一味撒娇的蠢笨人，他能站得稳脚跟？殿下的歪道理总是最多的。说到底呀，还不是殿下懒。陛下护你又护得紧，陛下算是全天下的护妻典范了，妥妥的护妻宝。凤七七，你怎么来了？陛下饶命啊！奴婢是鬼附身了，胡说八道，求陛下饶命。你这胆子怎么比老鼠的还小啊？我记得刚遇到你脾气又倔又冲的，还敢跟李嬷嬷对着干，现在一点风吹草动你就吓破胆。奴婢就怕两种，一是妖鬼，二是陛下。那谁更可怕些呢？陛下，因为奴婢还没见过鬼，可陛下却是1等1的恐怖。刚说完，殿下提起陛下就有这种感觉，阴凉刺骨。他就在你身后。殿下，你开什么玩笑？陛下怎么会？张嘴还没开口叫全一声啊，就脸一白，晕了过去。快来人，韩欢晕了。长风听见从门外进来。长风，你快瞧瞧，他好像晕了。没事儿，过度惊吓导致的晕厥，我拖下去掐人中就行了。凤七七，你竟然能有吓死人的本事！若不是他胡说八道，心虚能吓晕吗？不是看在跟你侍候的份上，朕定将他凌迟处死。你可别，他就是开玩笑说了一句，之前还夸赞你来着。夸赞朕干什么？说你势力护妻，是典型的护妻宝，是这个全天下护妻的典范。你说丞相家的五姨娘倒是个高手段的，会不会过不久这主母也该挪位了？个人有个人的造化，是他的，别人也拦不住。他倒是聪明，竟然无形利用我来压制明妃，顺带生分了明妃父女的情分。这树大招风，明丞相显然不是懂这个道理，可他知道朕需要用他压制朝中里的其他两股势力，三足鼎立，互相牵制，谁也不能轻举妄动。等凤九心一派手脚断了，也该到他了。你要收拾凤九心了？明幽有些激动。这些年表面上的风平浪静，让他都以为这些人早已经放弃了这皇位之争。不是朕要收拾他，是他已经按捺不住对皇位的窥探之心了。凤清浅的眼里有深意，似乎一切都在他的掌控里。没事，若他真打进宫来，我会很快的躲起来的。那路早就被我堵死了。指的是凤七宫的地道。没事，我个子小，从野狗洞里也可以钻出去，反正他抓不到我就是。话刚落，似乎想起了什么，对上凤清浅的视线，明幽立刻捂住了嘴。我什么都没说。
凤清浅算是知道了前几次他一整天不见人，满宫的奴才都没找到他，原来是钻狗洞逃出去玩了。哼，你倒是出息，堂堂的皇后钻狗洞出去，就为了2口吃的。明幽眼睛无辜地转了一圈。你听错了，我什么都没说。遇到危险，你倒是逃得比兔子快。你这么厉害，我可不一样，若不跑快些，倒是拖你后腿了。明幽自小就知道一个道理，量力而行，特别是有危险的时候，若自己不能帮忙，最好是躲远些，省得连累了亲人朋友。将他提到自己的怀里，浅浅地啄了一下他的嘴角。贪生怕死倒是被你说的有头有理的。你今年还没有给我准备生辰礼物呢，可不许忘记了。凤清浅从袖子里掏出一个小木偶来，发现是长大的自己。你今年也给我雕了人偶娃娃，像不像？这手艺即便是不做皇帝也饿不死了。不做皇帝可养不起你这样的女人。那你是说我能吃？凤清浅给了他一个眼神，让他自己体会。捧在手心里左摸一下右看一下，觉得可爱极了，噌的起身去内殿里将其他的17个一块翻了出来，排在一起按着高矮的个子。这是第18个。哼，以后会有第19个、20个、99个、100个，只要朕在1年，就一定不会忘了给你刻一个。这是天底下最好的礼物，他所有的好都是凤七七一个人给的。今日是你的生辰，娘想着送你什么都不好，你先贵为皇后，什么稀罕东西都戒了，娘便想着给你做几道一头好的菜，吃了长长久久、年年岁岁的平安喜乐。娘送的什么都是好的。那这是百年如意羹，娘想着你没吃过，特给你做了。比玉山房做的还好吃。你这嘴呀，比抹了蜜还甜。娘自个儿什么水平，自个儿心里有数，哪能和御厨比呀？这是4喜如意福袋，虽里面都是寻常的东西，可是一头好。另外2个便是糖醋排骨和红烧鱼了。听如意姑娘说你喜欢吃糖醋排骨，娘特意问了许多人家，试了几次，尝着味道不错，便给你做了。明妞吃得泪眼汪汪的，一个劲儿的笑着说好吃。令夫人咳嗽了几声。娘，你身体不舒服？如意，你快去找许太医。娘不过前2日受了些风寒，不打紧的，已经抓了些药在吃了，不必劳烦太医了。娘，你怎么不差人来报呢？许太医来了。殿下，夫人这是风寒，已经有好几日了，最好是卧床静养几日。娘，我让人送你回去歇着，你可要静静卧床养着啊。今日可是你生辰，娘得陪着你才是。娘，身体不舒服是大事，谈什么生辰不生辰的，你只管休息就是。晚宴的事儿，我和凤七七说一声就是，也算不上什么大日子，不过是个寻常的中秋晚宴。如此说了，那娘回去，你将午饭吃了。阿宇有些不愿，他还想见识见识这些荣华富贵呢。干娘，那晚上我能不能跟皇后姐姐见识见识？他们说宫里的中秋宴会甚是热闹呢。你喜欢，晚些本宫命人接你进宫就是，只要他不过分，明幽也不会主动去苛待他。好，谢谢皇后姐姐，谢谢干娘。听说大王爷也会来。一身白衣走近，倒是没瞧过你这么厚脸皮的，自比仙女。是凤清浅的声音。明幽嘿嘿一笑，明明是小丫头说的，对吧？明幽倒是很喜欢这群小的，没什么坏心眼。明耀看着明幽笑，姐姐好看。凤清浅投来杀人的目光，这奶小子，奶才刚断就敢摸他的女人了？什么姐姐？可似乎真按辈分来，还真应该叫姐姐。他老了。凤清浅蹙眉，脸色沉得可怕。武姨娘吞咽了一下口水，立刻默默拉过明耀来。明耀是小孩子，若对殿下多有顶撞，还望殿下陛下恕罪。叔叔，
他娘说要有礼貌，凤清浅脸色更难看了。这丫头是他夫人，叫夫人叫姐姐，叫他叫叔叔，他很老。陛下。吴姨娘使劲地将明耀往身后藏。明瑶瞧见她的脸色，吴姨娘，我怕要回家。明优也慌了，不哭啊。转头看凤清浅，你干嘛？将小孩子都吓成这样了。你们别哭了啊，等会儿啊，我给你吃山楂糕。我想吃糖葫芦。我也要啊，我也想吃厚厚的糖衣，红红的山楂果。说着自己默默咽了一下口水，也跟着眼巴巴地看向凤清浅。两个小的目光也跟着他一起看向凤清浅。凤清浅嘴角抽动，吩咐人去买山楂给他们做。小太监点点头，跑着去了。喂，记得要最新鲜的山楂果，要最大的。明耀听了，张口啊了一声，只觉得姐姐说了，似乎自己也得说些什么才好。明优和明瑶不约而同地看向明耀，他说的是什么呀？见马上就有糖葫芦了，两小一大都挺高兴的。凤七七，你看他像不像我小时候？个子有些像，也是一样的馋，只是他的目光有些呆。你小时候满脑子的坏主意，胆子大得很。提起他小时候，凤清浅的嘴角忍不住多了一丝笑，像是只糯米的团子。哼，我有这么可爱吗？那是以前的我可爱，还是现在的我可爱？凤清浅在他耳边低语了两句，坏笑着。凤七七这个老色狼。明优想和他们玩，便邀请他们去了未央店里。两个小孩子倒是很喜欢他。刚才是谁说不想吃山楂糕，想吃糖葫芦的？我就吃一点点。如意给了他们山楂糕。明瑶瞧见院里树下有秋千架子，五姨娘，外面有秋千架子，我可以去玩吗？啊，你们得问皇后娘娘。皇后娘娘，求求你了，可以吗？让五姨娘带你们过去吧。便带着孩子出去了。殿下，你不是一向不喜欢丞相府的人吗？他们是小孩子，与我又没有恩怨情仇的，我何必为难他们呢？殿下，你心倒是大。乔明妃是怎么对你的？三天两头的算计着。你对人家亲弟弟亲妹妹倒是友好得很，他们可比明妃可爱多了。两人说话的时候，殿下，阿谀姑娘来了。韩欢蹙眉，立刻跑着出去了。哎，韩欢，你干什么去啊？奴婢去把殿下的好东西都藏起来，免得有些厚颜之人惦记。锁不起来的，奴婢就抹上毒药，谁手闲毒死他好了。一会儿的功夫，阿谀果真是来了。皇后姐姐，你别什么阿猫阿狗都弄进宫来呀，看着就心烦。说话别阴阳怪气的，若不愿意待着，滚出去就是。武姨娘眼里有不快，过来躬身道：殿下，妾身要带着公子小姐过去了，谢殿下宽容大度。姐姐娘娘，你得记着给我们分糖葫芦。姐姐也是你能叫的？你们什么身份？明瑶害怕的往武姨娘怀里缩。姑娘，这是我们丞相家的亲生公子小姐，也是明妃娘娘的亲弟妹，虽年纪小，可也不是什么名不正言不顺的认养。这可是丞相家的公子小姐，莫说是你，朝中大臣们也是得给2分面子的。若开罪了别人，可没人给你做主。起身摸摸明瑶的头，好，姐姐给你记着，等会儿一定给你们送过去啊。好。本宫叫人送你们出去。转头吩咐如意，你将他们母子3人一并送去找丞相。多谢殿下厚爱，原是殿下想得周到。这宫里虽戒备森严，可免得也有拎不清身份的野猫恶犬混进来。妾身胆子小，孩子年幼，倒是怕得很。这野猫恶犬说得格外大声些，众人都知道什么意思。阿谀听不下去了，立刻冲出来。明幽转身冷冷看了他一眼，你许是不知，前不久城里就有个诋毁明丞相府的，过了3日便死无全尸，全身腐烂而死，没一块好皮。
众人都知道是丞相府下的手，可却拿不出证据来。你也想？这是天子脚下，皇后姐姐。若不知好歹呢，一位胡作非为的，就是玉皇大帝，也是找死。阿鱼便老实很多了，自己在店里喝了一会儿茶，便出去了。殿下，你干嘛诓阿玉姑娘？若不说得狠些，只怕她去围追人家母子，害了人家2个孩子，最后又惹出祸端来。如意回来，殿下，送出去的路上，武姨娘与我说了些话，不知道该不该说与殿下听。她这话其实就是想等你转述给我吧。武姨娘说，这阿鱼姑娘不安好心，让奴婢们该警觉些才是。说感激殿下今日宽宏，想报答殿下的大恩。她是想让本宫联手协助她对付明妃，该是这个意思。不过这武姨娘确实不像一般的普通妾室，聪明而且能忍。刚才阿鱼姑娘那般嘲笑咒骂她，她竟然毕恭毕敬的一句话也没有与她争执。明眼人都能瞧出来，这不是怕了她，而是隐忍着不与她冲突。是为何起的冲突？2个孩子在玩秋千，玩得好好的，阿鱼进来了，瞧见非得要让孩子让开，这才起了冲突。以后让他少来我宫里。酸吗？你自己尝尝。凤清浅将他剩下的橘子拿起来，一股脑吃了。是有些酸。那你还吃？不过是你剥剩下的，朕便不会觉得酸，反倒是似加了蜜。凤清浅眼神热切地望着他道。明幽的脸倏地一红，大庭广众之下，你也不怕别人听见了笑话？谁敢笑话？宴会进行到一半，凤清浅便带着他去放河灯了。宴会上的人似乎是已经见怪不怪了。阿鱼看着没人理会自己，便默默出去了。凤九心瞧见他的身影出了殿外，我想起方才见玉佩掉了，得出去找找。李大人回了。阿鱼一路走，一路又气又伤感。阿鱼姑娘巧。大王爷，大王爷巧，王爷也出来走走。喝了些酒，出来吹吹风。你怎么一个人在这儿？小女来外面看河灯，听皇后姐姐说，夜里宫里也会有河灯会，妃嫔宫人都喜欢去放一盏河灯。哼，皇后倒是与你亲近，竟然将这么贵重的金钗送与你。啊，很贵重吗？皇后姐姐说，小女像是她亲妹一般，这金钗适合小女，便赏赐给小女了。这东西虽不是天下罕有，可却是女尊国送来给皇后的礼物。皇后愿意给你，说明看重你。王爷，前面景色不错，咱们一起走走。凤九心求之不得，他还想着这要如何接近阿鱼，让他死心塌地地成为自己的棋子。走。2人走到僻静之处时，阿鱼的脚一歪，立刻倒了下去。凤九心立刻伸手抓住他，向侧边一倒，2人滚向草丛里，装模作样地搂住他。阿鱼，小心！凤九心正好将他压在身下。漆黑的夜里带着月色的朦胧，阿鱼心跳加快，心里生出大胆的念头来：若生米煮成熟饭。大王爷，阿鱼，快让本王看看你摔哪儿了。王爷，小女好怕呀。凤九心胆子更大了起来，嘴角勾笑，看来事情比他想象的顺利很多。明幽买了一个兔子面具戴着，拉着凤清浅：老实些，不然晚上对你不客气。手动得越发厉害了。凤清浅拧眉，转头看去，发现是一位陌生的女子。公子使不得啊！你还未上门提亲呢。怎会是你？凤清浅似乎抓了什么烫手的山芋，立刻甩开了。是公子非要拉着我走的，我喊了好几声，公子都没有反应。他是听见了，可是一直以为是旁边的人在说话。公子，你去不去我家提亲啦？陌生女子看着他，转头消失在人群里。早知道让他多牵一会儿就好了。想了想，不过一串糖葫芦换来的，也值得了。他今晚可不能洗手，简直是三生有幸。他刚买了糖葫芦，瞧见一个小丫头窜进人群里。要不糖葫芦给我，我让你摸一下美男的手。朝着他使了一个眼色。女子顺着他使眼色的方向看去，是一位与他衣着同色的青衣男子。女子鬼使神差地点点头，淡淡一笑，从他手里抢过糖葫芦，灵巧地将他的手塞到了凤清浅的手里。明幽几口将糖葫芦吃了，心满意足，
本打算在原地等着凤清浅找过来的，可随着人群涌动，前面的吆喝热闹声更加沸腾。各位猜灯谜，猜灯谜了，猜灯谜，猜对了大小奖品任由各位挑，这猜错了3文钱买一灯笼就是。将面具脱下来，姑娘可要试试？若我将你这里的东西赢走了，等会儿你可别赖皮。哎呦，姑娘这年纪小，个子小，这口气却不小。我这每年都在这举办灯谜活动，也见不到有人将东西全部赢走的。品尝杜康尊半空，谜底立堂。这姑娘倒是颇有才学啊，那这兔子灯笼便送与姑娘了。明优继续扯下另一条来，谜面不着一字，白纸。许多凑热闹的公子哥瞧见灯烛下明优吹弹可破的肌肤。姑娘，这谜面我知道不少，若姑娘喜欢，在下为姑娘求取便是。另外的公子哥一看，姑娘，你若喜欢，这全城的灯笼我都可以为你买下来。我要全城的灯笼干什么？我又不卖灯笼。满身的铜臭味儿，还明优转头，凤清浅带着薄怒，滚！书生踉跄着爬起来，这还有没有王法了啊？这众目睽睽之下敢伤人？凤清浅往前一步，书生就狼狈地钻入人群了。你们呢？我们自己走啊，自己走。明优已经将简单的谜面猜得七七八八了。这1月复1月，2月共半边。上有可耕之田，下有长流之川，4口共一室，2口不团圆。这个明优有些不明白。哟，那2划大2划小呢？秦。接下来还未等明优张口念，凤清浅便逐一将剩下一排的10几个谜底都说了出来。哎呦，公子聪颖不似凡俗之辈，小东西也定是看不上。小店这一好彩头，放了2年都没人有本事取走，那便是这孔雀明灯。哇，真好看！想要？凤清浅点头。那我就给你拿。凤清浅跃起，将灯笼真的拿了下来。明优满意的提着灯笼转身就走。老板，姑娘，可还有什么事？你再送与我2盏荷花灯吧。将荷花灯拿了2盏新的送上去。姑娘，公子慢走。明优走出去很远，我觉得我们有些亏了。这么多灯笼，居然就换了一个孔雀灯。那你还同意？我要这么多灯笼也没用，总不能逼死人家没活路吧。2人一路去了河边，放了荷花灯。明优双手合十许了愿，轻轻地将水灯推走。凤清浅看他许愿许得认真。你许的愿望很灵吗？可都实现了？有灵的也有不灵的，不过是应景，图个心安理得罢了。朕倒是希望能让你所有的愿望都能实现，事事如意。那天上的星子你也能给我摘下来吗？小时候还不是给你摘过月亮吗？那不过是我小时候蠢，信了你的鬼话。凤清浅才到未央殿的时候，长风便悄悄地站在了2人身后，看见明优欲言又止，转身出去了。他似乎有什么事儿要说，却扭捏得很呢。事后皇后沐浴更衣，殿下可要去温泉池子？去吧。凤七七和长风这是故意不让他听来着。明优悄悄地趴过去2人说话的地方，明优只是略微听见什么阿鱼，然后他就被发现了。我什么都没听见。凤清浅看着自己家小迷糊媳妇去了，在这宫里受了10几年的熏陶，什么端庄贵气的优良传统都没学到。明优沐浴完，正从小汤泉过去的时候，瞧见大池子里有人，就起了捉弄他的心思，轻手轻脚地猫着腰进来。靠近凤清浅的时候，手突然伸了出来，明优没有碰到凤清浅的眼睛，反而是往前一凑，重心不稳，便往水池里栽去。凤清浅迅速转身，稳稳当当地将他接住，身子落入水里，腰以上却稳稳地挂在凤清浅的臂弯里。原来你是打算投怀送抱。明优反应过来，凤清浅是故意的了，他早就听见自己过来，算准了时机，故意让他落水的。这黑心肝的狡猾狐狸！
算计的这么精明，这么准，哼！谁想对你投怀，谁愿意给你送报？那真放手了。这大池子的水很深，淹没明幽的。明幽又是一只旱鸭子，瞥了一眼温泉池底，明幽立刻抱紧他。对，我就是来投怀送抱的。手里透着紧张，死死地抓着凤清浅，生怕这老狐狸真的放了手。若说别人怜香惜玉舍不得，凤七七这个大坏蛋可坏着呢，说不定他正想让他落水，再钻入水底占些便宜呢。凤清浅眸子里带着喜意，既然皇后有此心愿，朕不成全，岂不是说不过去了吗？低头便吻住了他的唇，明幽张口更是遂了他的愿。每当我想起你，殿下，所幸你回来的及时，陛下在屋子里等着呢。难道凤七七是故意等着他晚回来，抓住他把柄，好收拾他不成？于是整理了一下衣袖，换上小羊羔的笑容，才进去了。凤七七，看我给你带什么好东西啦？摊开手心的纸，露出乌黑色的话梅糖来。就这么一颗，我都舍不得吃。即将话梅糖塞进嘴里，他这一身的话梅糖味儿，至少也是吃了一盘子的，估计这一颗还是他吃剩的。凤七七，你还没用晚膳吧？快传膳吧，我还等着吃饭呢。凤清浅扫了小顺子一眼，我去换了衣服就来。去内殿换衣裳的时候，殿下，你这是吃了多少筐话梅糖来着？这衣袖身上都是话梅糖的味道啊！味道很大吗？完了，就连韩欢都能闻出来。凤七七的鼻子可比狗灵多了，难怪方才凤七七一副看破不说破的样子。明幽吃饭的时候老实规矩多了，凤清浅给他加什么他就吃什么，不过只是用了一碗饭，喝了一碗汤，便嚷嚷着不吃了。凤清浅知道他出去管不住嘴，定是要偷摸吃零嘴的，便没再为难他，艰难地走到内殿里，眼见着软榻就在不远处，明幽觉得自己需要挪过去。殿下，你怀孕啦？没有，我吃撑了。你快去给我弄碗酸梅汤来。躺在软榻上松了一口气。吃饱喝足虽然幸福，可用力过猛那便是要命啊！连着喝了1碗半的酸梅汤，明幽才躺下去了。睡梦中迷迷糊糊肚子疼，明幽睡梦里翻身好几次。如意，呀，殿下怎么了？我肚子疼。殿下先喝2口热水，奴婢这就去叫陛下和太医。不要去叫凤七七，你给我找太医就是，悄悄的啊。这要是凤七七知道，得揍死他不可。如意反应不过来，只能先去找太医了。凤清浅便先来了，听到脚步声，明幽转头瞧见凤清浅，吓得脸色更白了。我说梦话了。凤清浅脸色难看，却未追究他。还不滚快点儿，不知道皇后难受的紧吗？许太医喘着粗气进来。陛下，臣参见。如意抓着他的袖子，许太医，你就别拘礼了，这大半夜的，我们殿下肚子疼，立刻去给明幽号脉了。陛下，殿下这是吃撑了积食，不消化，肠胃受不住。你自个儿说，你都吃了些什么？若不老实，等会儿挨板子。明幽躲开他的眼神。就用了晚膳，吃了半袋子话梅糖，糖炒栗子1包，山楂汤。还有呢？还有烧鸡半只，糖水汤圆1碗，八宝鸭、猪耳朵、苹果、橘子。许太医听得连连惊声。这么大点小人能塞下这么多东西吗？臣先前便与殿下说了，殿下肠胃娇弱，不比其他。殿下呢，应该少用一些。这些东西吃的太多太杂，这胃受不住，才闹剧痛的。臣先给殿下吃了止痛的药丸，稍后开了药方煎药。难受的紧，连水都没来得及喝，便将止疼的药丸吞了下去。殿下，喝2口水。如意跟着许太医去拿药，凤清浅就陪着他躺在软榻上。你去休息吧，我不疼了。
其实他是怕凤七七立刻找他算账。凤清浅伸手去被子里，吓得明优立刻捂着屁股，紧张道：“你一吓我屁股不，我肚子又疼了。”大手撑上了他的肚子，轻轻地顺着揉了揉。趁着这个功夫，明优怕被收拾。凤七七，你是全天下最好的夫君啦。哼，你算是整个天下最不靠谱的皇后了，贪嘴贪成这样，你是猪妖吧？明优恨不得踹死他，可想着打不过人家，只得在心里转圈圈诅咒。我还不是怕你生气，我若不吃饭，兴许你下次就不准我出去了。对上凤清浅，明优满满的求生欲使他低头。是我嘴馋，下次不敢了。凤清浅又看着他喝了药，到下半夜才睡了。迷迷糊糊间，明优觉得屋子里有异动，凤清浅伸手摸了摸他的青丝，又睡了过去。穿了衣裳外出洗漱时，你在殿外看着，若他肚子疼，方便请太医让小顺子告诉朕。凤清浅便去上朝了。如意看着凤清浅远去的背影，陛下待殿下可是极好的，把自己唯一的柔情和耐心一一都给了他。是啊，他们殿下有着天底下顶好的福气。未央殿里，明优在包着橘子吃。殿下，奴婢等风头过了才敢四处打听，那之前偷换避孕汤的宫女确实是明妃娘娘的宫女，听说是明妃娘娘家一个远房的亲戚，看样子该不会被梅妃或者其他人收买。他给我换成避孕汤做什么？怎么不索性换点更厉害的毒药，一次毒死我算了。奴婢听闻这陛下每次事后都找人看着他们喝了避孕汤，从不落下。奴婢也不敢多问，为什么陛下看得这么严，宠幸他们却不让他们怀子嗣？毕竟帝王家更看重的便是子嗣昌盛。其他人不知道，明优却是知道的。这凤七七给自己亲手戴绿帽子已经够奇怪的了，这还让这些妃子生了子嗣，岂不是要明面上认这些孩子喊自己爹？这也前不久明鹤的2个得意门生被砍了脑袋，连着他也被训斥。树大了，确实应该修剪枝叶了，免得伸到别的院子里还不自知。你去请丞相府家的武姨娘将一双儿女带进宫来坐坐，本宫倒是很想闹那些软软的小孩子。你去让韩欢端些小鱼干来，没小鱼干，整条的红烧鱼也行。黑猫见他摸自己，喵喵地叫着。我还以为你不会来找我了，怎么混不下去啦？等韩欢来瞧见黑猫的时候，哎呀，殿下，他怎么还真的来找你啦？这猫真能听得懂人说话？殿下，奴婢实在是怕得紧，奴婢请如意姐姐过来伺候殿下，奴婢去干其他的。转身跑着去了，头也不敢回一下。黑猫能通灵邪，哎呀，完了，他似乎惹上了什么不该惹的啦。明优将盘子里的鱼撕了一块尝了尝，味道不错，喏，吃吧，有福同享，有难同当，剩下的都归你了，我仗义吧。黑猫极警惕地认真地嗅了嗅，才开始吃起来，足有明优小手臂那么长的一条肥鱼，啃得干干净净的。见他吃完了，你若没个家，不喜欢流浪的话呢，你就跟着我去吧，生是我的喵，死是我的猫妖，如何？蹭了蹭他的裙角，喵了一句就跃上了墙，回头看他一眼便消失了。小没良心的，就想蹭吃蹭喝的，哼！端着盘子回去了，告诉未央殿的人，以后黑胖来别赶他走啊，给他吃些东西。殿下，这全天下的东西都快被你养了，兔子、狼、乌龟、鱼、仓鼠，如今还新添了猫。他觉得他们这不是皇后宫，是动物收容所，他们可比人可爱多了，没那么多的坏心眼子。上次胖头鱼杀鹅的时候跟我说，让送菜的盯着，若是有花帽子的鹅，给我送来一只养。这还越发不可收拾了，就听到殿外，哎呀，殿下不好了，三侧王妃临盆了，可是有些难产。三侧王妃请身边的奴婢来说，求殿下给她想想办法。明优蹙眉，这怎么会难产啊？接生婆请的是谁？哦，是常年在宫里接生的老嬷嬷。
宫里2代的皇子皇女都是桂花嬷嬷接生的。明幽才稍微放心了一些，宫里的孩子几乎都是他接生的，人也正直，该不会有什么猫腻才是。出息！哎呀，你不知道，那简直是和战场一样恐怖。明玉喊的是撕心裂肺的。哎呦，不行，吓得我肚子疼腿软，不能再说这事儿了。女人生死和闯鬼门关真是一样的。去端碗姜汤来。喝了姜汤，两人才开始吃饭。明幽今日难得的为吃肉，你明日召三王爷进宫，叫他去看看自己的女儿。你从前不是爱管闲事的。他对明玉没什么感情，也无交情，只是记得以前他就爱跟着明妃后面，被人3番4次的利用，却蠢得不知情。我这不是看那刚出生的小崽子可怜吗？他在府里不得宠，若这刚生了孩子，亲爹都不来看望，以后岂不是要被世人嘲笑？众人都知道不得宠了，以后余生不得欺负死他才怪呀。凤清浅未直接拒绝，那便是同意了。明幽将排骨栗子汤喝完。哎，凤家的孩子都是皇帝取名字，你打算给明玉的孩子叫什么？改日让青天监责了就是，又不是你的孩子，振奋那个心干什么？凤清浅可没这么宽的心思。也不知道你们凤家是不是4代遗传的黑心肝。明玉为生个孩子难产，都血崩了，也不见凤昭敏来瞧瞧，问都不过问一句。说他便说他的，拖上朕干什么？小没良心的，你闹个肚子，朕都是彻夜守着的。凤清浅将他筷子上的咕噜肉抢走，塞进嘴里。他自己的夫君能是那些个阿猫阿狗比得了的吗？吃了饭，明幽先在自己的盒子里杂七杂八地翻着，凤清浅过来都没空理会，看着他往桌子上放了一个玉佩，差点就快迈进箱子里去了。你在倒腾什么啊？哦，我在找我以前小时候玩的一个拨浪鼓，就是那个镶金边宝石的那个，手柄还是古木的，有淡淡的清香的那个。小时候明幽入宫小，他的陪嫁里更是有一大堆各式各样的玩具，他这么些年都是好好的收着的。你找了干什么？一起送给明玉家的小丫头呀，过几日来拜见我了，总不能空着手，礼也是要给一份的。凤清浅正想说话，哎，找到了，拿在手里晃了晃。小时候只觉得好看，如今看着倒是值了不少银子啊。你不留着，舍得给人家？我大了，这东西也没用了。哼，谁说没用的？朕给你找个用途啊。是吗？凤清浅勾了勾手指。来，你过来，朕告诉你。明幽就傻傻呆呆的过去了。你说的是啊？凤七七，凤清浅以吻封唇，等他在肚子里塞1、2个小娃娃，岂不是就有了用途？他可没骗人。哎呀，他信了这老色鬼的邪。明幽起床时照例和往常一样，日上3竿才醒的。殿下，陛下说了，等殿下梳洗完了，去长乐宫用膳。今日御厨房有新菜谱。明幽快到长乐宫时，却碰见了凤昭敏。明幽格外的鄙视他。皇后娘娘略微点头，便准备走。臣斗胆问一句，是否哪里得罪过皇后啊？为何一副看着恨不得要打死他的样子呢？明幽瞪了他一眼，转身就想走。凤昭敏想叫住他，可又觉得有些开不了口。明幽走了2步，捡起地上的小石子，砸向他的腿。哼，打你，黑心黑肺的东西！转身就想跑，凤昭敏快步追上。本王可不曾得罪于你，你砸本王也就算了，还骂人。皇后今日若不说清楚，本王就告到皇兄处去。明幽挣扎着踢了他一脚。我问你，你自己的女人拼着命给你生孩子，9死1生的，你这个做夫君的不去就算了，生了孩子也不去看看你的女儿，你还是个人吗？你就是披着人皮的禽兽啊！不，禽兽都算不上。这亲事不是本王想要的。你不想要，你不会拒绝啊。明丞相胆子再大，脸皮再厚，也不敢往你府里塞人吧？没了你的默许，他还强按着你的头吃水不成？你又不是牛，分明就是你想拉拢明丞相，这才接了人家的女儿。凤昭敏没法否认，他昨日为了生孩子，差点血崩死了，你面都未露一次，
还有你那个母妃也是在佛堂里诵经，不知道做给谁看，分明是忌讳。哼！凤昭敏看了看他，转身就去了。喂，你若还有点人味儿，便去看看你的女儿。女儿出生，亲爹都不去看，这还是人吗？她以后长大，岂不是要遭人画饼？是小皇后的声音。转身狂奔。长风走近的时候，明幽蹲在地上缩作一团，一只黑猫则是护在他面前。不，这是长风，你个猪头，还不来帮忙？这些猫要吃我了！长风迅速冲过来，将他周围的猫该踢的踢，拔剑乱砍。可猫速度极快，长风很不幸地被猫挠了几下，周围的猫死了10几只。黑胖一声怒吼，微微躬身盯着面前的猫，慢慢地向后退。哼，我喊了半天，你们也不来救我，我差点给他们挠死了。谁家喊救命会说是猫打劫的呀？长风将他拉起来。可他们真的是团伙作案来打劫的呀！早知道这么大一群，这宫里宫外的野猫这都被聚集了吧？我是何日一只呢？扶着我一打，腿软。被猫吓得腿软。你笑什么？我跑，他们进攻的更厉害，跑的也比我快，数量又多，还知道围追堵截。若不是黑胖在，我估计得被他们挠死分尸了。哎，这不是宫里的猫霸王吗？猫群退散了，长风看了一眼地上的猫尸体，这好端端的几10只猫攻击他一个人干什么？直觉觉得有猫腻，便先将这些东西收着了，自己则是将明幽送了回去。黑胖就跟在他们身后，一路回了未央殿。凤清浅瞧见两人脸上手上都带着些伤痕，这是怎么回事？等明幽走近时，被什么挠的？回来的路上被一群猫堵着，要吃了他。长风说话牵扯到嘴角的伤口，有些疼。如意看了，立刻去找许太医来。黑胖就坐在店门口正中间，端正地坐着，将尾巴盘起来，绿油油的眼里带着高傲和不屑。被他挠的？都是黑胖救的我。你不知道，那些猫像是疯了一样就围过来了。黑胖似乎很喜欢被他摸，忍不住惬意地半眯着眼，极为享受。那你等会儿，那些猫的尸体一并给许太医瞧瞧，可沾了什么东西？许太医来给他号了脉。殿下没什么大碍，就是受了些惊吓，脸上的伤痕，臣等会儿拿些药给殿下涂抹就好了。你去外面瞧瞧，那些死猫的身上可有什么异样？是。许太医，你先给黑胖瞧瞧，他好像也被猫挠伤了，还被咬了耳朵。将猫抱过来放在桌子上，许太医伸手喵了一声，似乎在警告。殿下，这猫似乎不愿意给臣碰，殿下将药粉或者是刚才的药膏涂抹上去，这猫会舔舐伤口，爪子上的不受影响，耳朵或者背上的它舔不到，可就得多涂抹一些。这黑猫还真是猫神啊！殿下，你上次给了它肉干吃，它来未央殿你又给了鱼，它是在报答你呢。说不定这黑胖跟了殿下一路呢，所以才这么巧救了殿下。所有的猫都攻击我，可它就没，还保护我。许太医出去了一番。陛下，这外面这10几只猫臣都检查过了，不曾有什么异样。黑猫从桌子上跳下来，摸着去了屋子外，一会儿的功夫拖着明幽的衣裳来了，又喵了一声。看看这衣裳有什么古怪？许是动物的嗅觉太灵敏，发现了什么，还劳烦陛下准备2只小白鼠，将衣裳再关在老鼠笼里滚一圈看看。小白鼠被关在笼子里，一会儿便提着来了，将衣裳裁了一部分来塞在笼子里。许太医就在旁边观察着。凤清浅脸色难看，这是又有不长眼想死的将主意打在明幽身上了。明幽就给黑胖擦了药。凤清浅一直盯着猫，怕黑猫伤他，只要他那利爪敢伸出1寸，他便用内力将他打飞。黑胖倒是乖巧，丝毫不见半点凶残成性，宛若不是刚才打架的那只。约么一盏茶的功夫，2只小白鼠开始疯狂起来。站
今日去了哪些地方？就是未央殿和明玉那处。明幽说了一半。糟了，你快去明玉院子里瞧瞧，若真是有人在那处动了手脚，猫去围堵他们怎么办？长风点头，嗖的闪出殿外，直奔明玉母女的住处。长风回到寝殿里，明幽已经睡了，凤清浅则是坐在外殿，喝着茶等他们的消息。陛下，猜得不错，确实有人在明三王妃处动了手。在偏殿后处有棵桂花树，栽种了很多年了，很少有些打理。有人呢便用尽心思在树上抹了东西，那剩下的猫现在还在那挠树呢，症状和围攻殿下的是一模一样的。哼，倒是算计得很。回来的路上偏僻，皇后若不被猫挠死，也该是挠得体无完肤。凤清浅嘴角的笑容渗人。确实是，可他们算计漏下了，殿下正好救过这只黑猫。属下也顺带着去宫里的侍卫处打听了，这黑猫不知道是什么时候出现在宫里的，似乎是有些年头了，向来是昼伏夜出的，独来独往的。听说呀，这猫是宫里的猫霸王，这宫里许多猫都被他揍过。那前些日子，那韩欢还跟着殿下出去，夜里遇见，这殿下给了小肉干。最近没寻到吃的，估计是来未央殿是蹭饭来着，便与殿下认识了。你仔细查查，最近喂猫的人和去过明玉处的人，不管是宫人还是嫔妃，都仔细查。是。他有些庆幸这凤安小郡主满月去走过场的人少，不然还不知从何查起。只是这喂猫的却有些难查了。明幽在梦里被猫追了一夜，梦见自己被猫挠得血肉模糊，醒来睁开眼睛的发现是如意在轻轻地拍着自己的被子。殿下，殿下，都到了用午膳的时候啦。明幽睡眼惺忪，韩欢先端了果茶过来，明幽喝着。昨晚我梦里被猫挠了一夜，连带着全身也酸痛的厉害。殿下，一早杜若来过送的话，听宫人说殿下被人咬了，明三王妃特意嘱托他过来问安。这宫里对我就没有点好盼头吗？才过了一夜，我倒是成了差点被猫咬死的人了。他装病干什么？奴婢倒是不觉得是装病，而是躲着人。躲着谁呀？如意俯身在他耳旁说了两句。什么？你说她怀孕了？宫里都知道，凤清浅可没留宿过锦绣宫里，这不是凤清浅的，那是……你不会猜错了吧？没准人家有什么难言之隐呢。若没近身的男子，她一个女子还能自己受孕不成？奴婢也只是猜想。若殿下想查清楚，不妨找许太医来翻翻周太医给庄妃娘娘诊脉的记录，都具体配了什么药。历朝历代也不是没有出现过妃嫔与神秘男子往来有孕的事。你此事先不要与凤七七说，把许太医找来，就说来给我请平安脉，我先悄悄问了，查验清楚再说。这事儿若是真的，估计庄妃就没命活了。你快去吧，我们都能发现，凤七七这么狡诈，一定很快能发现了。或者若是被宫里其他人看出不对劲儿来，抓了他坐实了，就没命了。如意出去了，明幽拖着下巴，如果真是庄妃怀孕了，先不考虑其他的，凤七七能饶过她吗？虽说凤七七找了自己的替身代替她去宠幸那些个女人，可也始终没让他们有孕。她该怎么和凤七七说这件事儿呢？说庄妃做了一个梦，然后怀孕了？算了，她还是往好的地方想想吧。许太医来的时候，如意病退了殿外伺候的人。许太医，你和那个周太医怎么样？哪位周太医？就是常常给庄妃诊脉的那位。最近庄妃生病，也常是他瞧的。殿下说的是周固。他怎么样？医术非常不错，特别精通小儿治疗骨折方面，人品也非常好，做事勤恳本分。他会帮着庄妃作假吗？许太医啊，你去偷偷瞧瞧周太医给庄妃的脉案，当然不是面上的那份，是真正的。如果没有，你悄悄地打听打听，他用的什么药材，是用来干什么的？殿下，这是……莫不是周太医犯了什么罪？没有，只是庄妃藏着什么秘密，你务必探清楚了。记着，这事儿谁也不许说，包括凤七七，
不然我就打爆你的狗头，让你以后抱不到孙子孙女。殿下，殿下，不关他的事，求殿下大发慈悲，饶过他吧。庄妃这么个举动，倒是让明幽的猜测变成了事实。你倒是费心为他，指不定他便是怕你连累他。殿下，周姑不是这样的人，臣妾年幼时在老家便与他相识，说句不害臊的话，臣妾年幼时也算是和他青梅竹马。都说3岁看老，臣妾认识他时才3、4岁，他便是个极听话懂事的孩子，还会照顾年纪小的弟弟妹妹。若殿下陛下体恤可怜这条小生命，便等臣妾悄悄生下来，臣妾再赴死请罪。若殿下陛下觉得臣妾有负于皇家脸面，便让臣妾带着他去死，只是求殿下求情，饶周姑一命。明幽听得也有些动情，他本来也没想让他们母子死。殿下，臣妾自知臣妾和周姑比不得殿下和陛下的尊贵，可臣妾和周姑的真心却也同陛下爱殿下是一样的，愿意为对方舍命，只想对方平安无事。这事可还有人知？没，臣妾发现了以后，便陆续将主殿里的人打发到偏殿伺候了，又不常出去，自然无人知道。哦，你能不能活命，你孩子能不能活，还有周顾全家的死活，本宫不知道。但是看在北冥世子与本宫的交情上，你这些年也不容易，本宫愿意帮你一试，成不成，便看你们自己的命数了。殿下愿意庇护我们母子，臣妾感激不尽。连着磕了3个头，庄妃含泪感激。啊，你现在可以起来了吧？你且安心养着，本宫会告诉众人，你纵容奴婢打碎了本宫的琉璃盏，本宫将你禁足以示惩戒，没本宫的命令，谁也不许进来，包括你那些偏殿的奴才。本宫会以惩罚为由一一撤掉，你就是有天大的事情也不许露面。还有，你这安胎药，若胎相稳固的话，便少喝。周顾在太医署人多眼杂的，事越少也不容易发现。嘱咐完，走吧。谢殿下大恩。见明幽起身走了，庄妃跪地大哭。他们一家子都有了活命的机会，他就是一辈子都报答不了皇后的恩情。你曾想过忙碌奔波，到头来却是为什么坎坷颠簸交头。凤七七，如果有人胆敢背叛你，你该如何是好？杀了他，五马分尸，凌迟处死。明幽不知道怎么开口了，片刻不死心，抬头问：那不算是背叛呢，只是让你面子上有些过不去，一点点的那种。庄妃算不上背叛吧？打死。明幽觉得自己没什么话可说了，这凤七七倒是死不着人，这让他怎么说吗？若开了口，凤七七将他们打死了，岂不是2尸3命？他还说好会救他们的，这……嫌弃烦躁地看了凤七七一眼，扭身背着他睡觉了。就没个2全其美的办法吗？不知道什么时候睡过去的，梦见凤七七命人砍庄妃的头，砍了一夜。不要杀，不要！回神过来，原来是一场梦啊。明幽坐在妆台前，我忽然想起一件事。以前凤七七说，先朝那位凤七宫里不是就有位公主是皇帝的嫡亲女儿，为了和心爱的人相守，宁死不屈的。后来皇帝为了成全她，不是制造了一场大火，假装她葬身火海了。殿下是想金蝉脱壳，瞒天过海？对呀，别人用的，为什么我们用不得啊？只是咱们做未免有些不便，别人先不管，这事儿若是没了陛下的首肯，只怕做起来不方便呢。昨晚试探了一番，凤七七可没松口，思来想去，也不知道这事儿要怎么说，凤七七才会轻饶了他们。凤清浅在长乐宫里脸色难看，再给这狠狠地打他一顿，让他好好长长记性。长风手握成拳状，陛下，周姑就是个书生底子，比豆腐还不禁打，这再揍一顿，恐怕这真是要死了。这要是揍死了，等小皇后发现了，
陛下怎么和他交代呀？也怪着小皇后，说话犹犹豫豫的。他都放风给许太医了，说周固莫名消失了，也不见有什么行动。陛下这哪里是在生周固和庄妃的气呀？庄妃对他来说可有可无的人，可小皇后为了庄妃的事情防着陛下，为了一个外人而与陛下离心，陛下自然就不高兴了。朕没砍他九族的脑袋，就是对他最大的仁慈了。可为着这小丫头，也不能砍喽。若砍了周固的头，庄妃一死，小丫头指不定怎么哭鼻子呢。长风没法，只得去找了如意。这是什么话？我若真是帮凶，那我来这儿你提这话干什么？这不给自己找不自在吗？如意将东西抢过来，转身就走了。长风跟在后面，喂，你若跟着去了，殿下不锤死你才怪。长风看了一眼棒槌，嘿嘿，还是自己家媳妇会疼人呢。等会儿小皇后一准找陛下去，这怒火自然是不会由着我吃啊。明幽转身走过来走过去，啊，怪不得他这2日一副要吃人的样子，原来是在这儿等着我呢。那殿下要如何呀？自然是找上门。长风敢这么说，还不是他授意默许的。我若不去，这周固就变成周死了。到长乐宫的时候，小顺子早早的在宫门口候着了。殿下，陛下正忙着呢。哦，那本宫先回去吧。抬脚就走。小顺子愣了一下，这怎么不按常理说牌？不是说死了吗？他若走了，这陛下不弄死自己才怪。殿下，等一等。小顺子舍下老命的追。哎呀，殿下，也别这么绝对呀。这事情总得有个商量的余地嘛。你都说凤七七在忙，本宫还傻等着干什么呀？明幽看了他一眼，做事就走。殿下不急，陛下这会儿忙，那指不定就忙完了。殿下多等片刻何妨？本宫不想多等。殿下，这长乐宫新出了糕点，那可是从前糕点比不上的。你不让殿下多等，奴才就引殿下去吃糕点去，又香又糯又软，那滋味儿。明幽本就是为着周固的事情来的，大不了吃了糕点再说吧。见明幽愿意跟着自己回去，哎呀，这差事真是太刺激了，也不知道陛下怎么想的。明明心里盼得紧，可非要口是心非，这为难小殿下。这小人精是能被为难的人吗？最后还不是为难了他。凤七七，他们也是苦命鸳鸯，你放了他们吧。他若当初在家，只怕活不到现在了。凤清浅伸手将他捉到自己身上躺着。你想啊，若是我被人这么竖着，是一个不爱我也不恨我，将我关在一个四角天地里，任着别人欺负，那你什么感受？谁敢这样？朕杀了他全家。他掌心里的宝贝，岂容别人这么糟践？明幽头依着他，他们都说我命好，出生就有不尽的荣华富贵，好家世，夫君皇帝的宠爱。以前我听见总是有些鄙夷的，可庄妃的事儿让我常常想，如果我也与她一样不得家人宠爱，入宫备受冷落，在哪里都是别人的工具，我会不会过得比她还苦？一个人孤单的在这四方天地一辈子，那是比死还痛苦的事情。明幽说着，自己都有些伤感起来。凤七七，你护着我，我也希望庄妃能有一个愿意护着她的人。明幽内心深处是希望每一个人都幸福的，这样也许就不会有那么多的恩怨痴恨了。要放了他们也不是不可以，可这烂摊子你如何处理？这是有希望了。我保证，我不会让这件事传出去的。我们可以假装制造一起走水，将锦绣宫的一个偏殿点燃，就说火太大了，庄妃在里面化作灰烬，你偷偷的将她送出宫去，让庄妃和周固改姓改名，做一辈子的隐士夫妻。哼，小狐狸，你倒是算计得好。凤清浅冷声道：他们的事情朕可以不计较，可你为外人欺骗朕，这事儿怎么算？明幽缩着脑袋，只要你说放了他们，你说怎么着就怎么着。为了庄妃不得不向老狐狸的淫威低头，凤清浅在他耳边低语了几句。明幽面红耳赤，你个老流氓。
你个老流氓！双妃娘娘说，皇后是最仁慈的，心肠最好的姑娘，一直处处对她百般照顾。求皇后娘娘饶了他们吧，叫我做什么我都愿意。你真的愿意？倘若是你们2个人只能活一个呢？我愿意，我愿意，死我一个不大事，本就是我夫人心肠，我牵累了她。周顾生怕明幽反悔，谢谢皇后娘娘，谢谢皇后娘娘，大恩大德，周顾一定来世报。明幽从腰里摸出一个小药盒子，双手接过明幽的药来，塞入嘴里。这或许已经是最好的结局了。请皇后娘娘转告庄妃娘娘，就说臣忍不住刑罚，所以松口逃了。心口一抽，又倒了下去。若有下辈子，我一定娶你为妻，天长地久。你将他扔去皇城外的一个破庙里，告诉他，若愿意等，我便愿意放庄妃与他团聚。他最看不得这些生离死别的，虽知道这毒药是假的，可周顾却不知道，他心甘情愿为了爱的人赴死。明明一个胜似文弱书生的，却有着将军般的胆气和责任。等月黑风高的时候，周顾被套着麻袋运了出去，长风一路扛着他翻墙。这怎么死沉沉的，都还没升天就这般重？寻到了顾着的马车，去城外最破最偏那个庙。周顾是被迎头冰冷的凉水激醒的，这水冷得像是有人用冰凿开了他的头盖骨。看清是长风。你也死了？你才死了，老子活着好好的呢。疼，我没死。像是一喜。可我记着昨日我不是吃了毒药吗？你都说了皇后娘娘慈悲，她怎么好意思弄死你啊？长风侍卫，不会，皇后娘娘不会赐死庄妃吧？眼里带着惊恐和绝望。长风侍卫，求求你，你与皇后和陛下求个情，若真要死，就死我一个吧。行了，没人要你们死，一个男人哭哭啼啼的啊！什么？皇后说了，这感念你们情深，可以考虑放你们一马吧。你若愿意，就在这儿等他；若你等不来，就自行离去吧。长风将话说完，便转身走了。你曾想过忙碌奔波，到头来却是为什么？周顾放出去了，就等庄妃就齐活了。凤清浅进来，瞧见他抱着枕头发呆。你今日事情处理完的这么早啊？心里想着他，分了神，也就没心思处理正事了。凤清浅看着他细嫩的脖子，目光有些灼热。明幽感受到如狼似虎的视线，将脖子一缩，宛若一只被大灰狼盯上的小绵羊。这是要吃羊？忽地想起前2日的诺言来。朕来收福利了啊！你听我说，这事儿要懂得节制，3天什么的太伤身体啦。明幽只觉得自己宛若苦海里的一叶扁舟，等他醒来已经是第2日夜里了，有气无力地滚了一下。如意，殿下，奴婢在殿外候着呢。如意，你这是什么表情？奴婢脸抽筋了。这哪里像是脸抽筋了呀？殿下，这饭菜已经热着了，一会儿就端进来啊。奴婢给您擦点药膏吧。明幽往铜镜面前一坐，咬牙切齿。他知道方才如意脸抽筋是怎么回事了，那分明是憋笑，为着自己脖子上胸口处青青紫紫的痕迹。虽然也不是第一次见了，可这次凶残到像是被几百只蚊子围攻了一般，惨不忍睹。这我感觉过了好几天了，怎么才过了半夜呀？殿下，这都是第2天了，而且已经是夜里了。啊！我这一日，我梦见了自己吃饭，是真的？是真的，是陛下一口口喂着你吃的。殿下都迷糊了，陛下也着实狠来了些。等恢复元气的时候，已经是3、4天过了。这身子一利索，明幽吃了饭就去了锦绣宫。庄妃的肚子已经明显的大了起来。殿下，是不是周顾出了什么事？许久的未送药，也不见传话过来。你别急，陛下将他赶出宫去了，对外只说他医术不行，就在城外等着你。
等这几日万事俱备，引来东风，本宫将这锦绣宫角落一烧，让人送你出去，你便跟着他远走高飞啊！陛下真的同意了，感谢皇后娘娘大恩。来往的错对，来怀念过去，曾共度患难日子，总有乐趣。你宫里的如意倒是个极体贴懂事的，若阿谀有2分如意姑娘的样子，我就心满意足了。干娘，这怎么能比？明幽看了一眼，不动声色。我是想着将阿谀放在宫里，跟着如意姑娘学学，你以后能多个帮手。明幽心底生出一根刺来，难道娘是不知道阿谀这德行吗？娘，这宫里规矩多，吃的苦头也多，阿谀再怎么说也是娘的义女，这来宫里干粗活恐怕是不好啊。都道是玉不琢不成器，我这年岁也大了，管教无力，便想着你若为难也就算了，他愿意留下自是可以，倘若吃不得苦，被罚被打，女儿也没本事护着他。这宫里的人只会道我这皇后做的偏心，难免惹人不服自是，他若是有哪里做的不好，让如意狠狠地打骂就是。皇后姐姐放心，阿谀知错了，会改掉身上的坏毛病的。看着这熟悉的面庞，明明离着自己的娘亲那么近，可却又感觉很遥远。娘，什么时候我带着你回将军府去看看吧？好啊。到傍晚的时候，明幽亲自送了他出去，阿谀则是待在未央殿里。韩欢抱着盒子走进来，听如意姐姐说他是来宫里做奴婢的，天底下哪里有他这样的奴婢？韩喜抱着料子，好啊，你到未央殿才小半日，什么活都没干，倒是在这儿偷起懒来了。皇后姐姐可没吩咐我做事，还真指望她做奴婢？哼，她未来可是公主王妃。阿谀姑娘既然做了宫女，就别一生一个姐姐，这不符合规矩。你可以跟着我们叫一声殿下。对啊，别坏了规矩。那捧好了，这是娘娘做衣裳的料子，你怎么不拿？你若敢不听话，我等会儿就回禀如意姐姐打你的板子。阿谀不知道会不会被打，如意做事向来利索果断，说不定她还真敢下这个手。听他娘说，如意以前是跟着陛下的，自然不把她放在眼里。想了想，还是端着料子跟着他们进去了。这种晦气又没脸没皮的，你放进宫里来干什么？我娘说的也不好拒绝呀。我让她去除草。让她离着你远些，别整天像个苍蝇似的盯着你。朕见不得，若朕忍不得拍死了这只苍蝇，你别怪朕不给你娘留面子。好，我会的。抱着他的胳膊赶紧顺毛，他生怕凤清浅真做了。入睡前，凤清浅想起来，前些日子顺妃请旨让他母家人进宫看望，估计会到你这般请安吧。你随便说两句，赏些茶点打发就是了。明幽困了，半闭着眼睛随意应付道。凤清浅俯身亲了亲他的额头。明幽早上被如意早早叫醒了1个时辰。起这么早？殿下可不早了，都日上3竿了。今日顺妃家人会进宫，听说早早的就进宫了，只怕一会子就来请安了。我都忘记了，恨不得今日发髻梳得这么精致。殿下，顺妃娘娘携带家人来给皇后娘娘请安了。请去前厅上热茶。哎呀，好贤婿呀，这么多年终是得见你了。凤清浅看着他搭过来的手，宛若吃了苍蝇一般。放手。贤婿不认得我呀，我是如云的亲娘啊。此时嫡母林氏和麦穗都吓傻了，眼睁睁地瞧着二姨娘自己冲过去的。明幽瞧见二姨娘硬攀亲戚这事儿，这是顺妃家的二姨娘，我方才与你说的那个。滚！眨眼二姨娘就被甩了出去，滚出去了老远。凤清浅直接将外衫脱了，拿去收了。眼里话里尽数是嫌弃和厌恶。二姨娘口里吐血，张口晕了过去。嫡母林氏和麦穗慌了神。陛下，这妇人是山野村妇，不懂事，请陛下饶罪。
眼前一黑时，他脑子里嗡嗡地回响着一句话：司家算是完了。你想为顺妃求情？臣妾不敢，只是顺妃一直来苦苦哀求臣妾，臣妾便……二姨娘既然不是什么大错，你又如此宽怀怜悯顺妃，你便陪着她去跪着吧。她什么时候起来，你便什么时候起来。什么？让她去给顺妃赔跪？还不滚下去！梅妃咬牙，转身去了。明幽在她前脚刚走，如意叫人送梅妃过去，免得梅妃迷路了。若梅妃耍心眼，在路上耽搁1-2个时辰，可如何是好啊？你瞧瞧你的妃嫔们，1个2个的倒是会做人，求人办事不找正主，倒是来我这儿闹腾。以后再有这般的，你也用不着来找我，直接让如意掌嘴好了。凤清浅对他们可没那么多耐心。我是不敢，若前脚动了手，后脚便传到前朝去，那些个老顽固得说我是妖后，上司说我是老鼠精，这些个老东西缺不缺德呀？就不能说点好听的？这天下那么多好看可爱的动物，换个兔子猫咪也是好的呀，偏偏编排我做老鼠精。哼！朕倒是觉得猪妖比较合适，能吃能睡的。明幽咬葡萄的时候故意狠狠地咬了他的手一下，没想到凤清浅没喊疼，瞧见那熟悉的火苗燃起，我突然想起还有事儿没做，就不奉陪了。凤清浅也不急着追，如同猫看着即将抓到的老鼠一般，露出坏笑来。他难道不知有一句话叫逃得了和尚逃不了庙吗？二姨娘的刑罚被拖延到了第2天一早，二姨娘杀猪般的哀嚎声响彻通天。这下整个天下都知道司家有什么小妾了。司将军上朝的时候都羞红了老脸。司将军今日是红光满面，想必是有什么喜事儿。这话问的缺德没。他这小妾被打，司家被罚，脸上面子都丢光了，这哪里还来的红光满面呢？司将军倒是纳了一个心比天高的妾待，朕是不是得称司将军一声国丈啊？是不是得请8抬大轿，日日接送司将军这国丈上朝啊？你想干什么？想……武姨娘用被子捂住明理氏的口鼻，突然腿儿蹬了一下，便没了动静。武姨娘不知道是哭还是笑，本来不想便宜你这么早死的，可我不想等了，我要让你们母女尝尝这种被遏制住呼吸是什么感受。你们去阴曹地府见我娘吧，去忏悔吧，去18层地狱吧，谁也别想抽生。傍晚，明妃正在用桂花蜜的时候，娘娘夫人没了。咣当，素叶，这话你也敢胡乱说？是哪个不怕死的嚼舌根儿？娘娘，是丞相府里的人托人来报的，说是中午些时候咽了气。这怎么会这么突然？之前娘病重，也不见有人和本宫说。之前不是好好的吗？快给本宫梳洗换衣裳，本宫要出去。娘娘，现如今都这个时候了，出宫得先去请旨啊，只怕是难了，最迟也要等明早。去找明佑，他手里不是有出宫的令牌吗？上次他还给了本宫。奴婢在回来的路上就听闻了，陛下带着皇后出宫去明将军府了。明妃一听，偏偏这个时候她出宫去干什么？明幽和凤清浅未去明将军府，反而去醉仙楼大吃了一顿。明幽肚子撑得饱饱的。喂，你在这个节骨眼带我出来玩，不会是故意的吧？故意什么？不让明妃出宫啊。自从知道白柔听他的差遣是他的一颗棋子，明幽就更怀疑了。朕怎么会知道他什么时候死？赶巧罢了。明幽默默地看了一眼，哪里有这么巧的事儿啊？明理氏死得仓促，选了日子不到2日就将丧事办了，加上明鹤最近被训斥，连着被砍了好几个得意门生，朝堂的人为了避嫌，大多不敢走动，所以丧事也极冷清。
你说以后我生了小闺女，凤七七会不会也跟变了个人似的？说不定啊，我比明玉母女还可怜，被凤七七厌恶，没有宠爱，关在未央殿里，冬天也没个吃的喝的，活活冻死在宫里，尸体臭了都没有人发现。殿下，你戏可真多呀！陛下连一个眼神还没有呢，你就脑补了这些。所有故事里从古至今的宫里套路不都这样吗？明幽咕叽把勺子里的燕窝喝了下去。做皇后好惨呐，好不容易呀！陛下不是说了吗？若是没皇子，以后就给公主招夫，让她做女皇，效仿女尊国不就可以了？哼，男人的话若能当真，母猪都会上树啦。凤清浅迈步进来的时候，正好听了这句。明幽瞧见熟悉的人影，啊，你今日政务似乎处理完得很早啊。凤清浅挑眉未说话。殿下，你独自保重吧。可如一出去，凤清浅倒是未说话，只是坐起来烤火，等手心热乎了，才将他抱在自己的腿上。明玉来找你做什么？明幽将剩下的燕窝端给他，喝不下了，撑。凤清浅摸了摸他的肚子，看着也没吃多少。若吃完了，等会儿就吃不下晚膳了。抬着碗咕噜咕噜一口气喝了。明幽将明玉的事情说了一遍，如意还说外面到处散播着你没法生孩子的谣言，我猜着定是你自己传出去的。你倒是聪明。凤清浅轻轻啄了他白嫩的手指一口，这不怕死的谣言能到处传，比瘟疫还可怕，且在宫里安然无恙。若不是你授意的，谁敢呢？这丧心病狂的事儿，也就你能对自己做出来，你也不怕三人成虎。若要力破谣言，还需皇后你多多努力。明幽立刻懂得了他的意思，娇痴地瞪了他一眼，这腰都快断了，还不算努力呀？凤清浅嘴角噙着笑，悄悄地在他细腰上流连了一圈，低声在他耳畔道：真会努力的。明幽想起之前吩咐如意要办的事还未说完，你先忙，我去将我的东西要回来。推门出去，寒风萧瑟，立刻缩着脖子回来了，猥琐的跟个孙子似的。好冷啊！皇子犯法，应与庶民同罪。何况她只是个宫女，偷拿财物者，最少杖责20，赶出宫去。不要，陛下，阿谀知错了，阿谀知错了！立刻将目光投向明幽。谁都不许求情，若求情者，再加20板子；求一句，外加20板子。长风不知道从哪里伸出头来，那我能多求几句吗？打死这个蠢货！明幽摆手，你也听见了，你总不希望我也求情的吧？你偏私也该罚，就在店里跪足1个时辰。如意倒是没半分怨言，谢陛下。陛下，阿谀不是故意的，真以为那炭是没人要的，我都还他们了。见凤清浅无动于衷，陛下，阿谀这是初犯呐！那些个宫女也打了，阿谀还鼻青脸肿的，没个做主的。干娘若是知道的，一定会心疼的。陛下不管阿谀，总是要看干娘的面子的。你这是威胁朕？不敢。拖下去，这板子若是有一份力道没使够，朕就剥了他们的皮。带下去，是麻利些。阿谀被侍卫捂着嘴拖了下去，狠狠地杖责了20板子，打的那是看着不重，却极疼的，寸寸板板掌握的极其恰到好处。虽未有皮开肉绽的，可却比皮开肉绽疼得多了。阿谀躺在床榻上，瞧见令夫人来看自己，娘，他们都是些狼心狗肺的。那明幽还说将你当亲娘，这有对亲娘女儿下这么狠的手的吗？我看他就是嘴上抹了蜜，心里心肝黑的。之前就嘱咐过他好好看顾阿谀的，怎么还打成了这个样子？去了明幽的宫殿，明幽正在泡茶娘来了，快过来，女儿悄悄藏的好茶呢，连凤七七我都没舍得给她喝。不必了，我这老身子骨可不敢劳如意姑娘，免得遭了陛下的厌恶，又挨了20板子。我可没那丫头的身子骨，只怕熬不住死了。
又不是什么大事，他们干嘛大冷天的来请安啊？不嫌累得很呢？也体谅我早起不易呀。听说是明妃娘娘说有大事禀告，所以才邀众人来的，只得先去前厅了。抱着暖炉坐上去。启禀殿下，臣妾有事要说。说吧。臣妾有了。身孕？是，已经有1个多月了，算正是在之前陛下宠庆臣妾之时。这孩子不是凤七七的，可若不是凤七七的，之前代替宠幸的那都是悄悄的给避孕汤药服用的。可若是凤七七的，可请太医来看了？请了，太医说胎象正常，似乎是位小皇子。那便让太医好生看着，下午些这个喜讯便由你来告诉陛下吧。这到底是如何回事儿，明幽还不确定，让凤七七自己去处理吧。如意站在门口，自然是听见了明妃的话。殿下，让凤七七自己处理吧。凤清浅在殿里听着明妃兴高采烈的禀报：陛下，臣妾有喜了。有喜？谁？若说皇后有喜，那倒是可能。这明妃，信息有点复杂。莫不是避孕汤药失败了，还是陛下没忍住？这啥时候偷偷的？那这孩子到底是谁？朕知道了，下去吧。臣妾告退。恋恋不舍地退了出去，心里又是奇怪又是恼的。这哪里有半分做父亲的样子？宫里曾有多番传言，陛下不能生育，所以这些年一直是无子无嗣的。其实只有他偷偷的知道，陛下一直给他们喝着避孕的汤药，他知道是怎么回事。陛下是等着明幽那个小贱人生下嫡长的皇儿，尊贵无比，才轮得到他们。这是还未出生，便给他安排好了一世的荣耀了。小顺子用朱砂圈了一个字，字丑，错别字，等字练好了再上轴。陛下请放心，奴才知道这孩子留不得，奴才麻溜的就去处理。脚刚迈出去，回来，谁让你去处理他了？没听错吧？陛下这次居然不处理明妃肚子里的孩子，莫不是这让皇后知道怎么得了？奴才该死，奴才该死，请陛下训斥。小顺子觉得自己的心七上八下的，这陛下情绪猜不透，这才惶恐啊！好希望小殿下来救命，这心慌慌的。你将库房里的上等东西多挑些，大张旗鼓地送去景寒宫里，记着务必要显眼，人尽皆知，让他们觉得明妃有孕是喜事，天大的喜事，有了富贵荣宠。陛下，这明妃的孩子……感觉到杀人的目光，小顺子立刻跑得没影没踪了。孩子是谁都不重要，这重要的是陛下说什么就是什么。出了门，听到小宫女们在议论：天哪，明妃娘娘怀了皇子了，那以后岂不是未来的储君？宫里的风向要变了吗？小顺子忽然就懂了凤清浅的用意。哎呦，这姜还是老的辣呀，狐狸还是老的滑呀。这也抬了明妃的荣耀，这宫里所有人的目光就对准了明妃。这明妃看着风光，这还能防得住人心吗？小顺子也极其高调，恨不得敲锣打鼓的，故意绕了大半个皇宫才送进去的。殿下有没有考虑过，这若是陛下的，随着他吧。缩进被子里了。殿下不喝花茶了？不喝了。如意无法，只得退出去了。明幽卷着被子滚了2圈，虽然理智告诉他这肯定不能是凤七七的孩子，他再怎么着也不至于真的给自己戴绿帽子呀。闻着果茶的甜香，明幽还是很不争气的自己爬起来去喝果茶了，咕叽咕叽狂喝了几大口。忽然听到动静，立刻飞奔到软榻上。凤清浅轻车熟路地入了内殿，软榻上的凸起的一小团子，时不时还有轻颤。到底又兜兜转转了多少年，又熄灭了多少根香烟，吃过了爱过了失去了才懂。我刚暖好的被窝，不许你上来。凤清浅强制性的挤了上去。里面凉。那朕去里面。不许，
那是我的地盘。明优奶凶奶凶的捶了枕头一下。为什么不捶凤清浅呢？不是他舍不得，因为他打不过。那你睡朕身上，又暖和又不占地方。这话差点没给明优气晕，厚颜无耻。这是他的床榻，怎么成了他占地方了？我才不想睡你身上呢。明优咕噜一滚，很巧妙地将被子卷走了，独留凤清浅在寒风榻上，打算冻死他。凤清浅强行将被子扯过来，明优生气中一失足便将凤清浅踹下了床。明优缩在被子里，只露出无辜的眼神来。凤清浅坐在地毯上，目光清冷复杂。这是你第2次将朕踹下来了。胡说，我只踹过1次。明优觉得这凤七七就是想坑自己来着，这人蔫坏蔫坏的。你3岁和朕踏婚的时候，也是趁着朕不设防，将朕从榻上给踢下来了。凤清浅记仇的功夫可不比明优差。这么一说，他倒是有些印象。以前凤七七为了找理由揍他，这个倒是拿出来用过。那还不是你自己坐不稳，还好意思怪我头上？凤清浅可不管那么多，从地毯上爬起来，将被子一扯，卷在自己身上，便不理会明优了。喂，你抢我被子干什么？要睡，滚去你的长乐宫。这宫里何处不是朕的？朕想在哪儿就在哪儿。明优抢不过，那我去别的地方睡就是了。去哪儿都没有被子，朕看谁敢给你被子，朕就摘了谁的脑袋。明优气炸了，狠狠地捶了枕头好几下，气得连着滚了好几圈。凤七七，你欺人太甚，想怎么着？不想怎么着，只许你在这儿睡。哼！明优打不过，也赖不过他，只好撒娇。凤七七，你看我这小身板这么瘦弱，你要是不给被子冻坏了怎么办？放心，你自小皮厚，想冻到你可不容易啊。喂，我现在是禁足，你来未央殿干什么？你去不得长乐宫啊，那朕过来便是。哼，朕给你带了糖葫芦来。明优听见糖葫芦，便没出息的不说话了。这事说到底还是你惹出来的乱子，让我有苦难说。你刚刚与明贵妃说了什么？她忽然就改口了。凤清浅听到他小声和明贵妃说了句话。你可真是小气，带就带这么一串。明优立刻护着糖葫芦。不小气不小气，我就是偶然知道了她为什么能怀孕的消息。她自是知道朕给那些女人用避孕汤的事儿。那你知道她为什么能这么快的有孕吗？哼，我也是吃了助孕的汤药，可也不像她这么快就有了。她不只是吃了消除避孕的汤药，可也不会那么见效快。将军府的老人偶然见以前明理氏身边的亲信去找药，神神秘秘的便跟着去，才知道他造了什么孽。明优咬牙道：明贵妃为了有身孕，竟然听信道士偏方的话，去抓快要临盆的孕妇来，强行取了孕妇和婴儿的心头血来浸养药材炼丹，所以才强行有了身孕。他倒是好本事，如他爹一样。凤清浅只是听小顺子查了，他也一直以为是明理氏送的药有用了。谁说不是啊？至于那炼丹卖命的一系列人，我已经派将军府的人暗中去寻了，一并拿了，等后面数罪齐发，一并治了。现在明鹤还有用，明贵妃自然也动不得。等等，很快了。长风单独将玛瑙和樱桃扣押了。长风侍卫，奴婢真的不是内贼，奴婢从一开始就到未央殿伺候的，不敢有二心呢。别担心，若不是玛瑙说了，我也不会传你来问话。听到玛瑙说了，樱桃也慌得很。那日啊，我这看众人都没啥异常，只是这玛瑙奇怪，他单独朝你递了个眼神儿。若不是你们共同知道些什么，他怎么就朝你一个人使眼色呢？奴婢说就是。奴婢那日和樱桃端着东西的时候，确实是离开了一会儿，玛瑙的手串丢了，还遇着夫人了。夫人还贴心的问了，去了另一条路上帮奴婢们找，只是奴婢们找回来不见夫人，想着夫人是回去了，便没多问。你们离开时间多久啊？没多久，顶多1炷香的功夫。长风将事情回了。当然不会是我娘做的，我娘害我干什么？
再说我娘事先又不知道我给明贵妃送的贺礼是什么，她总不能未卜先知或者随身揣着毒药吧？那便是一炷香的功夫里，还有谁靠近了送去的贺礼？韩喜送东西进来的时候，正好听见了这个。哎，殿下，那日奴婢见了夫人了，夫人确实是跟玛瑙和樱桃对方向走的，远远的见了。等夫人走近了，奴婢听她说在找东西，便没多问了。你仔细去查查，未央殿婢女这段时间可和外面有过来往密切的。凤清显还是怀疑有婢女动了手，长风退下去了。瞧你，才一说你娘急得跟小猴子似的，也不见你什么时候这么维护我。话里带着酸意，这天下谁还敢欺负你不成？我娘生我不容易，回来也好不容易，我自然是得信她的。重点是我是她的亲女儿，她害我干嘛？都说女儿是父母的小棉袄，我总不能做冻死人的小棉袄吧？凤清浅将她提起来就走。喂，你干什么？朕也需要一个贴心小棉袄，别人不愿意贴心，朕自己造一个就是。这禁足还不是你们家娘娘惹来的，现如今倒是想进去了，哼，想挨板子不成？我们家娘娘肚子疼，我自然得来找陛下。陛下，娘娘肚子疼，请陛下去看看。陛下，素叶姑姑，这大半夜的，你扰到陛下和殿下就寝了。今日请不到陛下，我是不会回去的。长风听到素叶的嚷嚷声，准备出去赶人，长生拉住了他。你干什么？去将那些讨厌的黑乌鸦赶出去。真以为肚子里有东西就能张狂了？你知道事情真相，可众人又不知道，你还是先去请了陛下再说。在门外轻轻地敲门。何事？景寒宫的人正在未央殿门口闹着呢，说是明贵妃肚子疼，担心胎儿，所以来请陛下去看。明幽浅浅地听到动静，凤清浅将他耳朵堵住。肚子疼请太医就是，来找朕做什么？难不成朕还能替他生了不成？吩咐太医去看，若没事就将景寒宫的奴才掌嘴20，若有事太医治不好便赶出宫去。本宫是这未央殿的主人，本宫的家自然容不得别人乱动心思。你贪慕虚荣，爱占小便宜，本宫都可以不说你。可你手脚不干净，3番2次偷拿本宫的东西，这本宫如何忍你呀？皇后姐姐说的是哪里话？我什么时候偷拿了皇后姐姐的东西呀？皇后姐姐不要冤枉了我才是，我的东西都是皇后姐姐给的，是吗？那颗白色的珍珠发髻呢？那盒水晶胭脂呢？水晶胭脂若是被你用完了，那珍珠发髻还在吧？那个是本宫做的样式，天底下独一份儿的。我没有，皇后姐姐不要冤枉我。你只要敢说不是你拿的，本宫现在就去搜院子，若没发现，本宫向你道歉；若有，本宫就剁了你的手，如何？皇后姐姐原不值几个银子，皇后姐姐干嘛要追究到底呀？本宫不追究，也不会和娘说，你下去便是，以后不用来未央殿了。皇后姐姐，我错了，你不要计较了好不好？你心胸那么宽广，你是皇后，对你而言也不是什么大事儿。若你将我赶出去了，干娘一定会生气责骂我的。放手，不要将我新衣裳扯坏了。明幽使出吃奶的劲儿，也没弄开他的手。突然一只大掌捏上阿鱼的手。哼，这小皇后的袖子若是少了一根丝线，你就等着成左撇子算了。将他连人带手都扯出去了好远。明幽想张嘴的，可想到长风的性子，也不是喜欢欺负女人的。好你个狠心的毒妇，竟然敢纵容下属杀了我，这天底下还有没有王法了？皇后便可以随意杀人害人了。长风二话不说，提着他便扔出了未央殿。来人，将他给我扔出宫去，让宫门口侍卫认一认，谁以后不长眼睛给放进来了，那就等着挨板子。是，我瞧着你对付我倒是从不留情，心狠手辣的，对付个这么不要脸的你倒是退让起来了。不是你拿出你皇后架势来呀，那打死他也不作为过。喂，你还想不想娶媳妇了？还想不想娶如意的？你若得罪了我，我让你一辈子娶不到媳妇。这等下旨的是陛下，又不是你。哼，
如意是后宫里的人，若皇后没有谕旨，我看你怎么办，除非你想随便娶一个。如意羞红了脸，这两人不羞不臊的拿着成亲的事儿开玩笑，他这个当事人还被左一句右一句的开玩笑。你们胡说些什么呢？怎么是胡说呢？长风脑子一转，你愿意他等着老姑娘？老姑娘你就不要啦？是的，他当然要。若这话说出来，如意非得10天半个月的不理自己。诛人先诛心，这小丫头坏得很。我当然舍不得她一辈子不嫁人，不过我已经给她寻了户好人家，朝中武将军的儿子，相貌清秀，文韬武略都是不错，脾气也好。那武将军的儿子比他大好几岁呢，那家里好几个兄弟斗来斗去的，你不是将他往火坑里推？那就我们将军府管家的孙子，地道的文化人，现在做这些生意，吃穿不愁，殷实富贵。一个文弱的小子，以后有危险能保护如意吗？长风鸡蛋里挑骨头，哼，小样，还收拾不了你了。如意，若我给你择门好亲事，你愿意嫁吗？都听殿下的吩咐。如何？哼，你是不争气的，也不向着自己未来的相公。都说夫妻同心，其利断金，他这未来的娘子倒是与这天生不对付的丫头同心了。想想以后，长风觉得自己的命要苦一辈子了。他已经能想到自己要么被他撺掇着家宅不宁，要么自己被他准准的拿捏一辈子。皇后娘娘，您老人家有什么尽管吩咐便是。你才老人家呢，你就帮我把这盆瓜子包了吧，记得要一粒儿一粒儿的数，100颗做一堆儿。若是我数到少了的或者多的，你就担心你的狗头吧。长风看着瓜子儿，头杂杂的疼了起来。他上辈子是挖了多少人的祖坟呢？做了多少缺德的事儿，才这辈子轮到这个差事啊？如意，我要去泡温泉。如意，来了，奴婢这就去为殿下准备衣服。你脸怎么这么红啊？跑得有些急，热的。长风那个老兔崽子在外面？明幽眼里透着八卦。你们亲亲啦，所以脸红？没有。明幽嘀咕，站在门口。如意，你怎么了？伸着手指数到3的时候，长风似一阵妖风，嗖的刮了进来。是怎么了？对上明幽的目光，便知道自己上当了。不是你这小狐狸崽子，是狡猾的很呢。说完，头也不回的跑了。长风不知怎的，脸也莫名其妙的红了。算啦，还是不打扰你们的好事啦。长风躲在树后，圈圈画了50遍，意图诅咒这个小丫头长得满脸痘痘，看她还怎么捉弄笑话人。凤清浅回去的时候，店里的烛火忽暗忽明的。参见殿下。凤清浅扫了四周一眼。皇后呢？殿下说冷，去沐浴温泉了。可要奴婢去找。凤清浅话都没有听他说完，转身就出去了。去汤泉宫里有事儿还用他去找吗？他不会亲自去？明幽正沐浴完，转身就瞧见凤清浅来了。看来朕来的不是时候啊。凤清浅嘴角带着痞笑。你来干什么？朕来沐浴。那你慢慢沐吧，我困了，也要回去睡觉了。在他转身跑的时候，凤清浅伸手一扯，将他旋转了半圈，落入自己的怀里。你洗好了，可朕还未洗，你陪着朕一起。我在这等着多冷啊，你忍心吗？若是受了风寒，大风抱起，便入了温泉池里。泡着便不冷了。你衣裳都没脱，沐什么浴呀？明幽眼睁睁瞧见自己被强迫入了水，到今天才明白什么叫拖人入水。靠近我，问我1、3、5，打老虎，老虎打不到，抓只小松鼠，看来会数星星，那便是醉了。你怎么这么眼熟，像极了。凤清浅期待着他的话。我家养的小花猪。
凤清浅的脸更黑了，她怎么会和一头猪一样？这丫头片子，皮又痒了。凤清浅没好气地将她提起，下了屋顶，拉去洗刷洗刷，做了吃小白兔的大灰狼。清早的时候，明幽起床是被如意和韩欢拖起来的。哎呀，殿下，你可不能睡过去，等会儿水都凉了。这才天亮一会儿。殿下，忘记了，今日是初一，大年初一，河宫妃嫔都要来请安的，也顾不得什么了，拧着帕子就给他擦脸。哦，那些妃嫔都来了？已经到了大半了。哦，那快点快点。趁着两人给他梳头的时候，用木刷子配着青盐刷了牙，小步跑着过去的。哎，殿下，走慢些，还是快些吧，让大家等着也不好。若他们真不高兴要怨，非得让他们去找凤七七才是。冤有头，债有主，天底下可不像人人都有他这么硬的脖子，这么肥的胆子。我那是不得已的苦衷。若不是酒后乱性，将明玉看成了明幽，他也不至于。那别人就没有苦衷了吗？你敢说当初不是为了权势才半推半就的让明玉进府？你不知道明玉进府就是被明理事羞辱了才塞在你的府里吗？凤昭敏就沉默了。我看你就是个乌龟王八蛋。当时明玉生孩子的时候差点就死了，还好许太医去了，果断用药。他当时没人可求，没人肯救了，你漠不关心。你母妃觉得产房晦气血腥，宁愿在佛堂菩萨面前求着，也不愿意来看看。他没法子，没人求了，孱弱地求着我，若他有三长两短，庇护他的女儿。敦煌太妃交给凤七七对付，再合适不过了。凤七七却打着明贵妃不善罢甘休的旗号，彻查到底，两虎相争必有一伤，他倒成了捡便宜的了啊！可真是老狐狸呀！殿下说谁呢？宫里最狡猾，说谁呀？若是凤七七就在殿门外附近，听见可没他好果子吃，他自然不能认了。如意趁着没人端了药进来。啊，这苦药可快吃完了？还有大半呢，许是还要喝好几个月。殿下这嘴还有的受呢。那便多查查吧，好还明贵妃一个公道。明丞相也是三番两次来求情。福月宫的那位，这是什么意思？还要查？满宫的人都难不成围着他一个转不成？他说什么就是什么，未免过于无法无天了。他立刻来了新主意，那便煽动皇后去闹好了。敦煌太妃想不到还有比这个更适合的人选。殿下，太妃来了。哪位太妃？是敦煌太妃，姑姑已经请去大殿里坐着了。明幽将桃花枝放着便出去了。啊，让太妃久等了，本宫有些事情，过来便慢了，望太妃别介意。皇后是中宫之主，管的事情多，忙是应该的。皇后近来可好？好啊，睡眠好，吃饭香，身体棒。这敦煌太妃有什么目的呀？可这宫里却不太平啊。皇后啊，你终归是年纪小，如今你娘家人不得力，都被明贵妃压在你头上了，你若不管管，以后岂不是闹得宫里不安啊？太妃说的是哪件事儿闹得宫里不安呢？便是得了什么妄想症也不知道，天天念叨着有人害她小产，之前将景寒宫的宫人都责打了一顿，没问出什么。皇后啊，你可是中宫之主，当拿出你的气势来压住她，免得她再翻天。哦，太妃说的对，是这么个理儿。可太妃也是知道陛下的性子的，陛下以前就与我商定了，后宫大事儿我说了算，小事儿他说了算。这还不是大事儿？皇后也该惦记惦记自己了。这还好明贵妃没生下孩子，否则以后皇后吃苦受罪的机会便多的是了。可这哪件是大事儿，哪件是小事儿，也是他定的呀。敦煌太妃差点没给气吐血，转身就出去了。太妃，你茶不喝了吗？
敦煌太妃越走越急的步伐。太妃，你走慢些呀，老胳膊老腿的，容易摔着。话音刚落，哎呦，太妃，你没事吧？红红火火啊！敦煌太妃气得发抖，被春俏扶着站起来的时候，不用你来扶。平日养尊处优的敦煌太妃哪里有什么力气？春俏没推开，倒是又摔了下去，在同一个地方摔了2次。明幽的眼泪都笑出来了。敦煌太妃一瘸一拐地走出去的，如意都不得不赞叹，殿下这招扮猪吃老虎好极了。明眼人都知道他为什么而急。这些年敦煌太妃本来就是宫里的皇贵妃，宫里又无皇后，便是她一直主持宫中大事，一来二去的，内务府变成了她的大半个天下。还好殿下聪明，不然便上了他的当了。反正他要恨要斗，也该去找明丞相和明贵妃，咱们坐山观虎斗。正好晚膳的时候，启禀娘娘，这是福月宫敦煌太妃送来的东西，说是要娘娘亲自打开。明贵妃起身去桌子边把盒子打开，瞧见盒子里的东西，吓得尖叫了一声：来人呐，将这东西拿下去！盒子里躺着一只血色淋漓的兔子。喂，你们这肚子里的小豆芽是男是女？可取了名字了？没有呢，说是个男孩。你可有什么好名字？看了南天一眼，嘿嘿，终于可以再报当年之仇了。既然是男孩，不如就叫……南天的心头忽然慌了起来，似乎自己成了一只待宰的小羊羔。叫南天门好了，简单好记，有气势。南天如晴天霹雳，一愣一愣的。啊，南天门，这是人叫的吗？俗不可耐，没有丝毫的文化内涵。他仿佛已经能预见很多年后小豆芽哭着怨他：你是不是我亲爹？怎么给我取这么羞耻的名字？这是人叫的名字吗？我要休爹。好，这名字确实很好，霸气，以后也不会有人起一样的名字，独特。南天觉得自己的精神更加不好了。别急啊！这大夫说可能是儿子，也不排除闺女啊。你这么操之过急，如何是好？等生了再说吧。他可不想做什么南天门的父亲，这明幽就是个魔鬼。也是。那如果生的是闺女，叫什么好些呢？哎呦，我胳膊疼，不行，得去找太医了。怎么会突然疼起来？这也不是阴雨天气啊。明幽则是看破一切，嘴角带着小狐狸的笑。南天的胳膊怎么了？这还不是你惹的祸？当年把我胳膊弄脱臼了，自己没点医术，非得冲什么能耐啊？帮我接着胳膊，留下后遗症了。这一到阴天下雨的就疼，现在可好了，连晴天都疼了。想起多年前，明幽笑弯了眉眼。小皇后，我们先去看太医了啊，你慢慢吃吧。明幽点点头，笑着自己吃自己的早膳。两人走出去时还在说话。是不是昨晚酒喝伤了呀？让你不要喝那么多的酒。你还好意思说呀？若不你闯的祸，我能这样啊？我这手要没伤到筋骨膜，别说是一坛子酒了，就是这一缸，我也照样喝得下去。好了，这不是也帮你戒酒了吗？这是好事儿，你应该感激我才是啊。哎呀，你的心可真大呀！他们名义上都是你的妃嫔呐。他们从来都是棋子，对任何人来说，他们的家人将他们送进宫来，便是做自己家族的耳目，监听朕的一举一动，亦或者是用来博取恩宠，牢住皇宠。他们心甘情愿地进宫，成为棋子，相互算计利用，便是相拥这上人的地位。对他们来说，谁是皇帝都不打紧，他们能在什么位分上，能得到多少才是要紧。可也有不一样的。扯过凤清浅的被子自己盖着。庄妃就不一样，她是身不由己，没地儿去的苦处。所以朕从未为难过她，若有安分守己，朕自然不会为难他们。可这些人心不足蛇吞象的，想利用算计朕，
那就不能怪朕心狠手辣了。凤清浅提起梅妃等人，眼里多了一丝阴郁。你就是因为这事儿跟朕闹别扭啊？这可不是小事儿。凤清浅手就没闲着，使劲捏着他的脸。以后若再敢因为这些闲杂人等闹别扭，你试试看，嘴长你身上用来吃饭的吗？不会张口问问呢？明幽无话可说，误会解开了，明幽梗着的心事也没了，和凤清浅说着话便睡着了。凤清浅发现话说了一半没下面了，侧身看去，发现早已睡着了。若他爹当年也是这样的性子，恐怕常胜将军的名号早已保不住了。瞧了一眼外面的天色，约摸着到了上朝的时辰，凤清浅便起身了，轻手轻脚地出去外面。小顺子正好带着几个宫女端着洗漱的水进来，就在外面洗漱，就怕影响了在里面熟睡的人，伺候着洗漱了就跟着去早朝了。快要到午膳的时候，明友打算去催促凤清浅用午膳了。没吃早膳，肚子饿得厉害，只是刚迈脚进去，便听到激烈的争吵，是凤九心的声音。算了，由着他去吧，你还是安心操办你的婚事吧。这天底下也就独你一个，婚事都是新娘子给你料理的，你倒是做了甩手掌柜。如意是未央殿的大管家，偌大宫殿都能料理得很好，何况是家里啊？他去自然比我料理得好。长风提起如意，眼里带着笑和自豪。倒是你啊，听如意说你给她准备了嫁妆，连喜服都备好了。明幽点点头。嘿嘿，别的不说呀，就冲着如意见了我就要问你在这宫里可安好，那嫁妆贺礼都少不得。你倒是想得美，我给如意出了嫁妆，还得给你准备贺礼，天底下还有这等美事？你们在说如意姐姐的婚事吗？正是呢，长风在向我给如意讨嫁妆呢。长风姐夫，你放心便是，早早的殿下便选了，这好东西都塞了几马车，都赶上嫁公主了。三人说笑的笑声越飘越远，转眼便到了初七，如意出嫁的日子。在未央殿里装扮好，费心姑姑是宫里的老人，身世清白，儿女双全，子孙满堂，这一生算是无忧无浪。我请她过来给你梳头，最合适不过。谢姑姑，姑娘愿意请我，这样的喜事也是我的福气。宫女小声跑着来，殿下，长风侍卫来接姑姑了。明幽看着她，心里有些不舍。好，新娘子盖上盖头吧。如意走出殿门口，俯身，奴婢拜别皇后殿下，望殿下安康喜乐，福寿绵长。长风在众人的簇拥下便进了未央殿。哎呦，这新郎的脸竟然比新娘抹了胭脂还要红。明幽握着如意的手，一步一步地将她的手塞到长风的手里。愿你们二人以后夫妻琴瑟和鸣，白头偕老，恩爱两不疑。谢殿下。两人顺着宫墙一路走到宫城门口，明幽看着如意的背影，眼泪便下来了。身边里无人劝我别离，屠红颜难去，不知此心何去。